上一世，小叔一家为了夺走他真千金的身份，把他卖到缅甸当奴隶。父亲被他们放毒时被咬死，母亲也被设计捉奸在床，最后被逼得跳河身亡。直到死他都不知道，小叔一家卖掉他，只为给亲生女儿铲除后患，重活一世。他决定报复所有人。瑶瑶看着多年未见的母亲，程瑶立马冲过去抱住李淑芬。妈，我好想你。傻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母亲是个苦命人，和父亲结婚那么久都没有怀孕，因此程老太将大儿子大儿媳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程光辉不但要把每个月在煤矿洞里上工的钱交给程老太太，李淑芬还包揽了家里最苦最累的活。两人婚后不久，程老太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了个女婴送给夫妻俩，告诉他们这是在路边捡来的弃婴。此后李淑芬跟丈夫就把这个弃婴当成亲女儿。想到这些，程瑶眼泪不停地往外流。今天是4月2号，按照前世记忆，明天就是父亲出事的日子。妈，我爸呢？你爸明天放假，估计明天上午能到家。按照前世的回忆，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所在的煤矿因为领导突然过来视察，放假时间会提前到今天晚上。想到马上就能看到多年不见的父亲，程瑶喜极而泣，这一世他绝对不会让父亲再无辜死去。阿瑶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妈带你去卫生所看看。我很好，没有不舒服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梦都是假的，不用害怕。走，我们出去吧，你奶奶有事找你。好。出去后，程瑶看着程老太太，端着是一副好奶奶的模样，看不出一丝异常。哎呦，马上你小叔和小婶就要回来了，你现在去集贸市场买点肉回来。好的，奶奶。看着程瑶的离去背影，程老太太眼底全是嫌恶的神色。早知道当年就应该把这个小野种扔到河里淹死，省得现在活着浪费米饭。而此刻，程瑶看着眼前这座大山，她想要一家3口远离这群人，并且顺利报仇，就得利用这座大山挣到重生归来的第一桶金。刚走不久，就听到小羊崽的叫声，立即朝声源处走去，很快就发现在草丛边的3只小羊崽。程瑶将这些小羊崽全部放进背篓里，很快又在一堆杂草里发现了一个宝贝，一颗长相很好的野人参。程瑶立马就看出这一颗野人参足足有50年历史。程瑶往深山走了一会儿，结果又发现罕见的牛肚菌。野生的牛肚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在后市甚至卖到了几千块钱一斤。捡完牛肚菌，他没再停留，加快脚步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他来到集贸市场找了个位置，然后将背篓里的小羊崽和牛肚菌全部拿出来。程瑶的小羊崽和新鲜采摘的牛肚菌很快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这位小姑娘，这牛肚菌多少钱一斤？大姐眼光可真好，这是我刚采摘的野生牛肚菌，新鲜着呢，煮汤炒菜都不错，6块钱一斤。姐姐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算你5块钱一斤好了。看你这么会说话，那就给我来2斤吧。2斤2两，算你2斤好了。听到程瑶说2斤2两算2斤的时候，少妇就更开心了，立即从兜里掏出10块钱递给程瑶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不客气，好吃你明天再来。小姑娘，这小羊崽怎么卖？阿姨，你眼光可真好，这小羊崽都是野生的，21块钱一只。怎么这么贵？听说野东西可不好养活呢。这玩意气性大，离开了老羊就不愿意吃草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买了。他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眼睛却直勾勾盯着这些小羊崽。程瑶是个八面玲珑的，一看就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阿姨，您看这小羊崽长得这么好，您要是诚心买的话，算您20块钱一只。你也甭担心它离开了羊妈妈就不吃东西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不信您看。说完，程瑶在背篓里拿了把青草放在小羊崽中间，3只小羊崽立即吧唧吧唧的吃了起来。见此，中年妇女的眼睛立即亮了。阿姨，现在猪肉都要5块钱一斤，您花20块钱买一只小羊崽，2、3个月就能长到50斤以上，而且养羊给它吃草就行，根本就没有成本。20块钱可买不到50斤猪肉，而且等羊长大了还能喝羊奶，生小羊。养小羊崽确实没什么成本，而且羊奶很有营养，到时候还可以挤羊奶给儿子喝。你这姑娘年纪不大，人倒是很机灵，那3只我都要了。好的，多谢阿姨了。卖完小羊崽后不到1个小时，程瑶就把10斤羊肚菌卖完了。随后程瑶就来到一家药材店。老板，麻烦您帮我看看这颗人参值多少钱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颗品相极佳的野人参最起码50年了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。虽然心里很震惊，但老板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你这个就是普通的小人参，最多能给你5块钱。什么？才5块钱？老板，你唬小孩呢？我这是正儿八经的4匹野山参。老板，我家世代从医，我也是会医术的，你也别唬我了。这颗野山参你最低给我1500块。这个小丫头居然还知道4匹异能，看起来不过17、18岁，一看就是贫苦人家出身。她等什么？可能就是虚张声势而已。这样吧，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给你100块吧。不好意思，最低1500。如果你不愿意要的话，我就去对面药材铺看看去。程瑶转身就往对面走去，像这种4品叶山参，最起码能卖2000块钱左右。程瑶刚走就被老板拦住了去路。小姑娘，等一等，1500块一分不能少。好的，1500就1500，你把野山参给我。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的，跟我来，我拿钱给你。卖完后，程瑶刚走到外面，就被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一下。程瑶立即意识到不对劲，一摸口袋，发现口袋里的钱全都不见了，立即拿起一边的棍子朝小偷的方向扔了过去。
砸中小偷的脑袋上，小偷直接倒在地上。姑奶奶的钱你也敢偷？不想活了吗？快把钱给我拿出来！小偷没想到程瑶会这么厉害，颤抖着手将钱拿出来递给程瑶。这一幕刚好被停在路边的吉普车旁边的男人看到。九哥，你看到了没？那个女同志好厉害！就在此时，有人突然朝程瑶的方向砸了一个酒瓶过去，恰好命中程瑶的额头。程瑶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看到这一幕，全九颜跑了过去，递给他一块手帕。小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先用这个止一下血。程瑶微微敛眉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一眼便看出来这个男人不简单。谢谢你。小同志，你头受伤了，现在是夏天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伤口很容易感染。医院距离这边有点远，我有车可以送你过去。我叫全九颜，这是我的证件。看到全九颜是现役军官，程瑶没有再犹豫，跟在全九颜身后一起上了车。小同志，我去外面等你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叫我。好的。诊室内，医生一边给程瑶包扎伤口，一边嘱咐道：小姑娘，现在天热，伤口容易感染，洗澡的时候要注意些，不要碰到水了，要不然会留疤的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请问可以给我开点腹蛇血清吗？腹蛇血清，正常情况下只有被蛇咬了才会要血清解毒，这小姑娘要血清做什么？似是看出了医生眼底的疑惑，程瑶解释道：我爸干农活的时候被腹蛇咬了，村医说只有注射腹蛇血清才能治好他。程瑶清楚地记得前世咬死父亲的蛇是短尾腹蛇，所以程瑶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亲，小姑娘，你等一下，给你包扎完伤口我就去开单子。谢谢您。程瑶买了血清就往外走去。包扎好了。我叫程瑶，今天的事情谢谢您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顺便把你送回去。上一世，小叔一家将他毁容后卖到缅甸当奴隶，父亲还被他们放毒蛇咬死，重生到父亲被害的前一天。这一世，他决定报复所有人。接上集，程瑶在医院包扎好伤口后，为父亲买了腹蛇血清出来。包扎好了。我叫程瑶，今天的事情谢谢您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顺便送你回去。九哥要送人回去，这也太稀奇了。在京城那些美人争先恐后的踢过来，都没见九哥多看一眼，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稀奇。不麻烦您了，我走回去就行。程瑶也没留给他说话的余地，转身就走了。九哥，你是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啊？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小3岁以下的女孩子，太幼稚，以后会有代沟。另外，她太漂亮了，你没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红颜祸水，她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看你以后肯定会娶她，怎么还会有人不喜欢美女？我也是无语死了。你怎么搞到现在才回来？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走山路的时候不小心摔破了脑袋，被一个好心人带到医院去了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怎么没摔死这个小野种了？果然是祸害1000年。我让你买的肉和剩下的钱呢？肉在这里。说完又将兜里的钱递给程老太太。好了，还不快去烧火做饭？等做完饭后，李淑芬看到程瑶的脑袋被吓了一跳。阿瑶，你头怎么了？刚刚在山上摔了一跤，没事的嘛，已经在医院包扎好了，您不用担心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摔得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就是破了点皮，明天就好了。对了，妈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爸带我去找外公外婆？等你考上大学了，我就和你爸带你去你外公外婆家。前世母亲也是这样说，可惜后来他们还没等到我考大学就被害死了。这一世我一定要实现母亲的愿望，带着她找到外公外婆一家团圆。妈，我昨晚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等爸爸回家了，我再告诉你们。下午时分，程富贵和马小兰带着他们的儿子陈光宗一家3口回来了。哎呦，光宗我的心肝宝贝大孙子啊，你们可终于回来了。大哥大嫂跟阿瑶呢？提及那不讨人喜欢的一家3口，程老太太的眼底立即闪过嫌恶的神色。那个不孝子说是明天早上到家，那娘俩在屋里呢。话音刚落，李淑芬就带着程瑶从屋内走出来。大嫂，马兰说话声音很温柔，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经历，程瑶怎么也不相信这女人竟然如此恶毒。弟妹回来了，吃了没？我们在县里已经吃过了。雨落，马兰的目光又落在程瑶脸上。这程瑶长得太像赵家人了，千万不能让赵家人看到她。若是让赵家看见的话，必定会引起怀疑。她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当千金大小姐？马兰的目光暗了一瞬，旋即脸上又堆满笑容。几年不见，阿瑶都长得这么高了，也不知道我在京城买的裙子能不能穿得下。说着，马兰就从袋子里掏出一条蕾丝花边公主裙。前世我看到小沈给自己带这么漂亮的裙子，对这个没见过几面的小沈充满了好感，也是因为这样才对小叔一家毫无防备，最后害得我们一家全都惨死。阿瑶，你还不快点谢谢小沈？程瑶这才反应过来，伸手接过马兰手里的裙子。谢谢小沈。不客气，我跟你小叔就光宗这么一个孩子，以后我们会把你当成亲女儿疼爱的。你快去试试裙子合不合适。好。程瑶拿着裙子往屋里走去，程老太太有些不悦的蹙眉。儿子儿媳回来都没给我带东西，倒是给这个小野种买了裙子，她配穿这么好看的裙子吗？简直浪费。马兰看到程老太太的脸色不对，又从袋子里掏出另一个礼物。哥，这是我跟富贵特地在首饰店给你买的银手镯。看到银手镯，程老太太立即眉开眼笑的道：“我就知道还是我小儿子小儿媳最孝顺我，不像某些人。”说到这句话时，程老太太狠狠地剜了眼李淑芬，
就在此时，程瑶换好裙子从屋里走出来。此时的程瑶简直可以用倾国倾城来形容，就连程富贵的脸色都变了变。小沈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阿瑶这么好看，将来一定能嫁给城里人，到时候你爸妈就能跟着你过好日子了。就她这样的还想嫁城里人，真以为城里人都眼瞎吗？哥，瞧您这话说的，阿瑶这么好看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马兰的脸上看不到半点伪装的痕迹。哥，咱们一家4口都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光宗这段时间一直念叨着说想奶奶了。奶奶的宝贝大孙，快跟奶奶进屋，奶奶给你留了好多好东西呢。程富贵跟马兰也跟着进了程老太的卧室。程富贵跟程老太说了城里的事情，听到自己的亲孙女不但没死，现在已经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。程老太特别激动，直接从凳子上站起来。富贵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哥，富贵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从大老远回来，跟您开这种玩笑做什么？所以老大屋里那野丫头其实是城里的千金大小姐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马兰还是点点头。真没想到程瑶那野丫头竟然有这样的好命，不过她命再好也没用了。现在我的宝贝孙女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哥，妍妍是您的亲孙女，等她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，肯定会接您去京城享福的。程老太太满脸笑容，就好像已经看到宝贝大孙女来接她去京城享福时的模样。兰兰啊，我们老程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儿媳，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这件事你做的对，做的真是太对了。就程瑶那样的小野种，活该给我宝贝孙女当垫脚石。不过妈，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您的帮忙。什么事？程瑶那小野种长得越来越像赵家人了，我们怕他会抢走属于妍妍的东西，所以……说到最后，马兰压低声音说出自己跟丈夫的计划。此时听到小儿子小儿媳的计划，她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另一边，李淑芬看着换上新裙子的程瑶，笑着道：“阿瑶穿着新裙子真好看，跟电影里演的仙女一样。你小叔小婶对你这么好，长大了以后也要好好孝敬他们，知道吗？”妈，有句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谁知道他们安了什么心思呢？阿瑶，你这孩子怎么能把你小叔小婶想得这么坏呢？看着面前的母亲，程瑶仿佛看到了前世的自己，前世的她也是如此单纯。爸应该马上就回来了，咱们去村口迎迎他吧。你爸要明天早上才能回家呢。妈，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的菩萨告诉我，我爸矿场提前1天放假了，所以他今天晚上肯定能回来。傻孩子，梦都是反的，哪能当真？妈，也许是真的呢，菩萨是不会骗人的。咱们去村口看看，又不会损失什么。要是爸爸真的回来了，看到我们在村口迎接他，肯定会非常开心的。母女俩就这么的站在村口等了1个多小时。阿瑶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我猪还没喂呢。看样子你那个梦就是假的。程瑶目视前方，微微蹙眉。我清楚的记得前世父亲就是傍晚才回来的，难道因为我的重生，很多事情的发展方向也变了吗？就在此时，他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一步一步的朝这边走来。妈，你看，是我爸，爸真的提前回来了。是你爸，是你爸。雨落，李淑芬朝丈夫挥手。辉哥，辉哥。在村口看到妻女，陈光辉飞快的跑过去把李淑芬抱了进来。淑芬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被丈夫一把抱起，李淑芬的脸直接就红了。辉哥，你快放我下来，孩子还在呢。嘿嘿。对了，这个点你跟阿瑶在村口干嘛呢？我们在等你啊。等我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提前1天回来？李淑芬跟丈夫说起了菩萨托给程瑶的梦，闻言陈光辉更惊讶了。阿瑶这梦也太灵验了吧！菩萨托梦当然灵验，爸，其实我还梦到了其他事情，咱们现在去土地庙那儿，当着菩萨的面，我慢慢说给你们听。既然是菩萨托梦，当然要当着菩萨的面说清楚。如果他直接告诉父母，奶奶联合小叔小婶要害他们一家3口的话，父母肯定不相信。但换种方式就不一样了。什么梦还要当着菩萨的面说？很重要的梦，只有菩萨能证明我没有说谎。见此，陈光辉也不再多问，一家3口往土地庙的方向走去。阿瑶，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跟我们说说你那个梦吧。程瑶点点头，开始说起了梦里的事情，说起程老太太联合小儿子一家要害他们一家3口的事。李淑芬满脸不敢置信的道：上一世，小叔一家将他毁容后卖到缅甸当奴隶，父亲被他们放毒蛇咬死，母亲被设计捉奸在床活活逼死。重生归来，他决定报复所有人。接上集，程瑶把小叔一家要害他们的事告诉了父母。不可能，你小叔小婶对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害我们一家3口的命？梦里的菩萨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对我好是为了让我彻底信任他，然后借着带我去城里过好日子的由头，把我卖到吃人的缅甸去。听到这话，陈光辉心头一颤。阿瑶，梦里的菩萨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真的爸，不光是我被卖掉，您跟妈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明天早上您下田干农活时会被一条毒蛇咬伤，这条毒蛇是小叔特地从城里带回来的慢性毒蛇。毒蛇把您咬伤后，他们还骗您说那条蛇没毒，可当天晚上您就没了。也是当天晚上，我妈被他们诬陷红杏出墙，最后被他们活活打死了。说到最后，程瑶直接痛哭出声。听着女儿的话，李淑芬脸色惨白，后背上冒出一层又一层的冷汗，就连陈光辉都被程瑶的梦吓到了。阿瑶，梦都是假的，你奶奶和你小叔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对我们。
我也希望是假的，但爸爸菩萨是不会骗我的。菩萨跟我说，您之所以会提前回来，是因为矿洞上有领导来视察工作，我说的对吗？是这么回事。他也不想相信女儿的梦是真的，但事情确实被女儿说对了。李淑芬也愣住了，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爸妈，菩萨跟我说你们都是好人，所以菩萨不想看到你们年纪轻轻就被人害死，才会托梦给我。爸妈，我不想被卖掉，我也不想让你们死。虽然知道父母在短时间内无法接受，但只要播下怀疑的种子，便会生根发芽。阿瑶乖，不怕，就是一个梦而已，爸爸会保护你的。此时的陈光辉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程瑶的话，他和那3人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啊。爸，您现在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等您回去之后，奶奶肯定会安排您明天去东边耕田的。等耕田时你就知道我没有说谎了，到时候您肯定会被小叔从城里买回来的蛇咬伤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菩萨已经提前让我买好了解药，您一旦发现自己被蛇咬伤，就赶紧回家，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对策。好。说完，一家3口心情复杂的回到了程家小院。哇，我回来了！看到陈光辉，屋内的欢笑声瞬间戛然而止。这个不孝子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他不是说要明天才能回来吗？真是晦气！大哥，你不是说明天早上才能回家吗？矿洞那边有领导来视察工作，所以提前放假了。马兰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，笑着道：“大哥，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，你肯定还没吃饭吧？快坐下吃饭。”听到这话，程老太眼疾手快地把碗里最后一块肉夹到陈光宗碗里。陈光辉看到了程老太太的小动作，加上程瑶的那些话在，他实在是没心情吃饭。我在路上吃过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跟淑芬先回屋了。眼看着陈光辉转身就要走，程老太太满脸不悦的道：“那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对了，明天早上起来记得把东边那块田挖一下。”挖田，而且还真是东边的田，和瑶瑶说的一样。好的妈，我知道了。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，陈光辉便要去地里挖地。程瑶低声嘱咐道：“爸，你要是被蛇咬了就赶紧回来。”你放心吧，阿瑶。到了地里，陈光辉把地都快挖好了，都没有发现程瑶口中的毒蛇。难道是菩萨误会了弟弟，根本就没什么毒蛇？此时，在陈光辉看不到的角落里，程富贵和马兰正一脸焦急。你买的那个蛇是不是跑了？怎么还不咬人？应该不会啊，我把田沟都拦住了，根本就跑不掉。就在此时，正在耕田的陈光辉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陈光辉只感觉脚踝处传来一阵刺骨的痛，低头就看到一条毒蛇狠狠地咬在脚踝上。太好了，这个碍眼的陈光辉终于要死了。此刻陈光辉心里又慌又急，他怎么都没想到程瑶的梦居然是真的，母亲真的要联合弟弟害死自己一家3口。辉哥怎么了？快打一盆水来房间，我被蛇咬了。辉哥你没事吧？怎么会突然被蛇咬呢？哭什么哭？哭丧呢？村里干活谁没被蛇咬过？又不是人死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陈光辉看了程老太一眼，从未觉得母亲有此时这么陌生过。程瑶从外面走进来，看到陈光辉被李淑芬搀扶着，心里有了答案，但脸上还是焦急的问：“我爸这是怎么了？被蛇咬了。赶快扶我爸回房间躺着，咱们村的蛇都没什么毒，休息下就没事了。”程老太在心里冷哼一声：“没事，这蛇可是我宝贝小儿子特意从外地带回来的，毒性非常强，你们娘俩就等着给陈光辉收尸吧。”程瑶和李淑芬把陈光辉扶到了房间里。阿瑶，菩萨让你买的那个药吗？程瑶立即拿起早就藏在床底下的血清，给陈光辉注射。程瑶从头到尾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整个动作行云流水，就连专业的村医可能都比不上他。阿瑶，你是咋学会打针的？是梦里的菩萨教我的。李淑芬有些担心的道：“你确定给你爸打1针就没事了吗？”我确定。爸，现在您知道我做的梦都是真的了吧？陈光辉艰难的点头。到这时候，如果他还不相信女儿的话，那他就真的是蠢了。现在都被菩萨说中了，那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？既然他们想让咱们死，那他们就必须付出代价。陈光辉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非常愧疚。这些年他都在矿洞里上班，忽视了这个家，害女儿才18岁就肩负这么多。阿瑶，爸对不起你们娘俩，以后爸会保护你们的。陈光辉握着妻子和女儿的手，眼神坚定的道：“咱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肯定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。”辉哥，你说的对，只要咱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阿瑶，菩萨有没有跟你说要怎么让他们付出代价？虽然那3个人都是自己的亲人，但从他们做出伤害他们一家3口的事情时，他就跟他们不共戴天。这个暂时保密，等咱们报完仇后，我们就跟妈一起去京城找外公外婆。阿瑶，报仇说的简单，做起来可能没那么简单吧？要不咱们也别报仇了。妈，您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在。接下来你和爸爸只要听我的就行。李淑芬愣了下，她怕万一女儿受到什么伤害怎么办？妈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自己遇到危险。好，妈听你的。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挣路费。爸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可是被菩萨庇佑的人。半小时后，程瑶背着背篓出现在山上。他先是去了昨天发现的那片牛肚菌地，一夜之后，牛肚菌都已经冒出了头，长势喜人。程瑶将这些牛肚菌全部捡到背篓里，紧接着又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山鳖窝。程瑶带着满满一筐子东西来到集市上，许是山鳖太稀罕，钢板上就引来一群人的围观。小姑呢，把这个山鳖给我看看。
爷爷，这可是正宗的野山鳖，特别适合给老人小孩补充营养。小姑娘，你这野山鳖怎么卖？这个野山鳖有10斤半重，您有的话，就算你200块钱。真是野山鳖的话，价格倒也不贵，这野山鳖我要了。在城里卖山货一如既往的畅销，不到1个小时，程瑶就把今天的山货买完了。随后就来到一个铁匠铺。小姑娘，你想打什么？我想打个光面的手镯。小姑娘，打手镯你应该去隔壁的银匠铺，我这是铁匠铺。程瑶从兜里掏出2块钱。大爷，我就是想打个跟银手镯一样的铁手镯，重量大概在30克左右。程瑶是想打个铁手镯，然后把马兰送给程老太的银手镯给换了。好的，小姑娘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光面的手镯是吧？是不是这种的？对，就是这种。请问什么时候能打好？我着急要。我这会儿也没什么活，现在就给你打。程瑶拿了手镯，回家前先是去土地庙把钱藏起来，到家后便悄悄摸到程老太的卧室，打开她平时藏宝贝的箱子。程瑶从口袋里将早就准备好的铁镯子摸出来，将银手镯拿走，来了个偷梁换柱。光宗，你等一下，奶奶把镯子带上就带你去村里玩。闻言，程瑶立即躲到了床底下。很快，程老太的身影便出现在卧室内，从箱子里面掏出那个银手镯。整个过程，程老太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待程老太走远了，程瑶才从床底下爬出来，将箱子里面的钱1分不少的全部拿了出来。这些钱都是父亲辛苦做工换来的，凭什么要便宜了这老钱婆？为了1块钱，小叔一家把我卖到缅北当奴隶，母亲也被设计捉奸在床活活死，就连父亲都被他们放毒手咬死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势必要让小叔一家绝望。怎么样，事情办好没？办好了，刘瘸子明天晚上就过来。我哥瘫在床上，马上就要死了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到时候李淑芬清白被毁，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，把他打死就行。那刘瘸子可靠吗？放心，刘瘸子只是他的外号，并不是真瘸，而且我手上有他平日偷鸡摸狗的证据，他不敢反水的。弄死李淑芬后，咱们就把那个小野种给卖到缅甸去，让他一辈子都回不了华国。对，只要那个小野种消失了，就没人能抢走咱们闺女千金大小姐的位置。不光要把那个小野种卖掉，还要把她毁容。马兰一愣，毁容？对，程瑶跟她亲生父母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如果只是把她卖到缅甸去，万一她又跑回来了怎么办？只要她顶着那张脸，那咱们的妍妍就有危险，所以必须要把她毁容。富贵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就按你说的这么办，到时候直接烧1壶开水泼在那野丫头脸上，让她这辈子都不能出去见人。对了，要搞到手了吗？程富贵从兜里掏出1包白色粉末。你说好，千万别弄丢了，这要一旦李淑芬吃下去，半小时之内就会浑身无力，任人宰割。等着吧，明年的今天就是陈光辉和李淑芬的忌日。说完，马兰便笑盈盈的去找李淑芬。大嫂，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，自从被蛇咬了之后，你大哥就一直在睡觉，而且神志也不太清醒。兰兰，你说要不要送你大哥去医院瞧瞧啊？我担心会出什么事。听到李淑芬这番话，马兰松了口气。看样子陈光辉已经时日无多了。马兰压下眼底的得意之色，接着开口。大嫂你就放心吧，大哥他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会没事的，不用去医院浪费钱。可万一真是毒蛇怎么办？我听那些老人说，毒蛇咬人可厉害了，如果不去医院治疗的话，是会死人的。李淑芬的演技还算不错，至少马兰看不出任何破绽。没事的，咱们村根本就没那么多毒蛇。再说你在老家都这么些年了，有没有听人说谁被蛇咬死了？好像没有。那就对了，所以大嫂，你完全没必要担心这种不存在的问题。与其把钱送给医院，还不如留着给阿瑶多补充点营养呢。李淑芬点点头。见他这样，马兰心里疯狂地嘲笑着李淑芬是个蠢货。就你们这样的蠢货，活该给我们一家3口当垫脚石。今天晚上你们一家就安心的去见阎王吧。就在此时，陈瑶走了进来。小沈，阿瑶回来了，阿瑶真是个好孩子，我跟你叔叔就光宗这么一个儿子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女儿。对了，阿瑶，我跟你小叔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带你去城里享福的。来了，马兰终于开始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城里的教育要比咱们村好上很多，阿瑶这么聪明，到时候肯定能考个好大学，把你妈和你奶奶也一起接到城里享福去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瞧你这孩子说的，难道小沈还能骗你吗？就是不知道你妈舍不舍得你离开她。闻言，马兰看向李淑芬，李淑芬只觉得遍体生凉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弟弟和弟媳要害死他们一家3口。虽然很害怕，也很愤怒，但李淑芬还是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兰兰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跟富贵了？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？大嫂，你这样说话就太见外了。小沈你真好，我妈肯定会同意我跟着你一起去城里读书的。妈，我说的对吧？触及到女儿的眼神，李淑芬机械般的点点头。对，那行，阿瑶，你先跟你妈回房间收拾下，今天我做晚饭，我们明天就带你出发。那就辛苦小沈了。回到屋内，陈光辉躺在床上，一副虚弱不一样的，直至李淑芬将门关好后，陈光辉才从床上坐起来。淑芬，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？李淑芬脸色苍白，那样子都要哭出来了。刚刚马兰说要带阿瑶去城里上学，按照程瑶梦里梦见的，程富贵跟马兰会立即用开水把她毁容，然后再把她卖到缅甸去。陈光辉面色铁青，
爸妈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一切听我的就行，我一定会让恶人付出代价。好，妈都听你的。爸也听你的。那咱们先把要带的东西收拾下。阿瑶，咱们是今天晚上就走吗？是的。可咱们现在一点钱都没有，怎么去找你外公外婆啊？还有，你不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吗？爸，这些问题您都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在。陈光辉想女儿毕竟有菩萨的托梦帮助，所以他也没再多问。请你决定就好。一家三口刚收拾好东西，马兰就端着满满一大碗饭菜过来，有鱼有肉，异常丰盛，果然是断头饭。虽然李淑芬很想直接给马兰一巴掌，但依旧是笑着道：“兰兰真是麻烦你了，你哥被蛇咬了，还辛苦你亲自送饭过来。都是一家人，大嫂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。那你先去吃饭吧，我和阿瑶等一会就过来。”好的，大嫂。程瑶，你挡了我女儿的路就该死。不过你们放心，等你们死后，每逢清明节，我会给你们烧纸的。今夜之后，我的女儿将彻底成为人上人，豪门贵千金。阿瑶，这饭菜怎么处理？这么好的东西当然不能浪费，吃了就行。李淑芬跟陈光辉皆是瞪大眼睛。可菩萨不是说那些饭菜里有毒吗？爸妈，你们还记得咱们这几天喝的草药吗？这些草药可以解饭菜里的毒，所以爸妈，今天晚上我们吃的饭都不会中毒。闻言，李淑芬跟陈光辉都松了口气。等都吃了饭后，程瑶看时间差不多了，便一脸焦急的去找马兰。小沈不好了，您快去看看我爸妈，他们俩都晕倒了。闻言，厨房里的马兰知道是药效发作了，但他还是装作一副很紧张的样子，跟着程瑶来到卧室。阿瑶，你别害怕，你爸妈肯定是吃的太多，所以撑着了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小沈，他们刚刚明明还好好的，你说我要不要去找赵爷爷来看看啊？不用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程瑶也扶着脑袋。小沈，我怎么感觉也有点晕？马兰眯了眯眼睛，不用想都知道程瑶的药效也发作了。阿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小沈说完，程瑶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。小沈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有个礼物想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小沈，您问问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马兰更疑惑了，这个小野种到底在干什么？反正他们一家三口已经是自己砧板上的一块肉，逃无可逃，闻一下也不会影响什么。马兰便将布放在鼻尖上闻了闻。阿瑶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小沈猜不出来，你就直接告诉小。马兰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就直接瘫软在地上。小沈，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礼物，您还喜欢吗？给。此时身体上异样，却让马兰说不出半句话。爸妈，快起来帮我把他抬到床上去。将马兰抬上床后，程瑶拿起被子盖在马兰身上，遮住他的脸。一家三口便出了房间，在院子里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便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只见程富贵带着邻村的刘瘸子从外面走来。前世小叔一家将我毁容后卖到缅北当奴隶，重生归来，我决定报复所有人。接上集，小叔正带着刘瘸子想回我母亲清白，没想到这正是我报复他们的开始。你现在赶紧进去毁了那贱女人，我去找村长和其他人，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。你一听见我们的踹门声，就赶紧从窗子里跳出去。好的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对了，富贵兄弟，我听说你大兄弟回来了，他也在屋里吗？陈光辉身强体壮，要是真打起来，他肯定要吃亏。我大哥今天被毒蛇咬了，早就不省人事了。放心，他坏不了你的好事。李淑芬这个贱女人早就在外面有野男人了。我大哥又是个老实人，身为弟弟，我当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哥被欺负。瘸子哥，你放心，这件事绝对不牵连你，到时候就说是他勾引了你。这种不要脸的荡妇是要被进猪笼的，我们直接把他打死也算是便宜他了。听到程富贵这番话，李淑芬和陈光辉均是脸色苍白，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如果不是亲耳听见，他们怎么会相信他们一直当亲弟弟对待的人，竟然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来？那我先进去了。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，咱们按照计划行事。好的。约莫半小时左右，程老太把大家都集中叫了过来。柱子他二叔，你是咱们东之村最德高望重的长辈，李淑芬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不仅抓毒蛇把我们家光辉害死了，现在还当着我们的面把野男人带到家里边，你可一定要为我那可怜的大儿子当家做主啊！说到最后，程老太直接哭出了声。我早就看出来李淑芬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，这次是被我发现了，在我没看到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干了多少这种事呢，这不是在往我们东之村脸上抹黑吗？李淑芬真是太不要脸了，荡妇就应该被打死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院子里走去，刚进院子，就听到从李淑芬卧室方向传来的龌龊声音。程老太直接踹开卧室的门，突如其来的踹门声把刘瘸子吓得连衣服都没穿好，就钻出被窝翻窗逃跑了。那不是咱们村的刘瘸子吗？还真是刘瘸子，李淑芬真是不要脸，连这种男人都勾引。程老太拿起边上的扁担就去打床上的李淑芬，一边打一边骂：李淑芬，你这个贱女人，不要脸，你勾引旁人，让你下毒害死我家光辉，让你败坏我们老家的门风，我今天打死你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我可怜的光辉呀，你死的好惨！程老太太是下了死手，每一下都结结实实的打在了你的身上。大嫂，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待你不薄，就算你不能生孩子，我大哥也没有嫌弃你。你偷人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抓毒蛇来毒死我大哥呢？
说着，程富贵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床上只有蒙着被子的李淑芬，并没有看到陈光辉的身影。你把我大哥的尸体藏到哪里去了？眼见里面的戏也唱得差不多了，程瑶一家3口直接走到热闹的卧室里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陈光辉指着程老太怒声道：“妈，您口口声声说我被淑芬用毒蛇毒死了，那我现在为什么能好好的站在这里？”看着陈光辉，程老太和程富贵直接愣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程光辉为什么没死？程富贵，看到我没被毒蛇咬死，你心里很失望吧？你是我的亲弟弟啊，你为什么要诬陷你嫂子偷人？李淑芬直接走到头发花白的程飞面前跪下。二叔，我李淑芬做人做事向来清清白白，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，更没有偷人败坏咱们东之村的名誉。看着面前的李淑芬母女，村长愣住了。阿瑶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因为偷人的根本就不是我，真正偷汉子败坏东之村名声的人是马兰。昨天光辉被蛇咬也跟我没关系，那条蛇是富贵夫妻俩特地从外地带回来的毒蛇，幸好光辉福大命大，有菩萨保佑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。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。原来昨天光辉被蛇咬不是意外啊！我就说蛇怎么会好端端的咬人呢？说到最后，李淑芬也不顾形象了，哭喊着道：“二叔，大家都说您就是我们东之村最德高望重的长辈，求您一定要给我们一家3口做主，还好人一个公道啊！”阿瑶妈，你放心，咱们东之村民风向来淳朴，肯定不会让你们一家3口受了委屈的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程老太太整个人都傻眼了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。李淑芬，你胡咧咧什么？明明就是你不守妇道，现在还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李淑芬按照程瑶教的，学起程老太太的做派。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床上躺着的明明是马兰，你为什么非要说是我？您这不是明晃晃朝我身上泼脏水吗？就因为我是远嫁过来的好欺负吗？真是没天理了！恶婆婆欺负人，我没法活了啊！说到最后，李淑芬直接往地上一坐，开始撒泼打滚。程老太当场就愣住了，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阿瑶妈说的也有道理，自古以来都是捉奸拿双，捉贼拿赃。阿瑶妈好好的在这里，那床上的人是谁啊？不会真是马兰吧？难道被戴了绿帽子的人其实是光宗他爹？村民们的目光瞬间都往床上瞟，而此时的马兰被程老太打得半死，早已昏死过去。程富贵走到床前，一把掀开被子。真的是马兰！我的天哪，马兰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偷人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害阿瑶妈！程富贵看到马兰时，顿时脸都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马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李淑芬，肯定是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串通奸夫害了兰兰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，我们老程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烂货回来？妈，做人说话要凭良心，不是张口就来。我嫁到你们老程家19年，这19年来本本分分，从未做过任何丧良心的事情。说完，李淑芬竖起3根手指头。我李淑芬可以赌咒，我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如果我做了的话，就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说到这里，李淑芬看向程老太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如果是我婆婆联合我小叔子夫妻2人想要害死我们一家3口的话，那我赌的咒就会转到他身上，五雷轰顶的人也会变成我婆婆程州市。程瑶不着痕迹的睨了眼程老太太手腕上的铁。好戏马上就开始了。我老太婆一辈子都没干过亏心事，我可不怕赌咒。这话音刚落，一道雷电劈响，直接击中了程老太。程老太一直死地，李淑芬立即哭着跪下来。菩萨显灵了，谢谢菩萨为我做主，还我清白啊！辉哥，阿瑶菩萨显灵了，咱们一家3口终于有救了。这个时期的人本就有些迷信，这让屋内的村民们全部都心惊胆战。菩萨菩萨，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您要怪罪，怪罪程老婆子就行。对对对，这都是程老婆子跟程富贵做的恶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求菩萨不要牵连我们。就连程富贵都吓尿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更没想到这件事会引起菩萨的注意。就在此时，程光辉走到程富贵面前，狠狠的就是一顿招呼。程富贵，你就是个混蛋！我是你亲哥，那是你嫂子阿瑶，可是你看着长大的亲侄女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害我们一家3？接上集，小叔一家想毁我母亲的清白，没想到这正是我报复他们的开始。程富贵，你就是个混蛋！我是你亲哥，那是你嫂子，你怎么忍心毁她清白，甚至想害我们一家3口的命？耿辉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恨，既然菩萨已经出手惩罚他们了，这件事就算了吧，过好眼下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叔做主给你们分家，让你们另立宗祠。谢谢叔的好意，不过阿瑶妈嫁给我快20年了，至今都还没有回过娘家，我想带他们母女俩回京城看看。请您和在场的长辈们给我们一家3口做个证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跟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以，今天咱们东之村的所有人都是你们的见证人。谢谢叔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要去京城，我也就不多说些什么了。李淑芬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行李。阿瑶，辉哥，咱们走吧。爸妈，咱们在出发前先去土地庙给土地公公磕个头，感谢菩萨帮助咱们。好的。经历完今天的事情，李淑芬一刻都不想在程家多待。程光辉带着妻女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个家。来到土地庙后，程瑶拿出前几天藏在台案下的钱，他数了数，一共8200元。李淑芬瞪大眼睛：
阿瑶，这钱是菩萨送给咱们的。不是。陈光辉微微蹙眉。阿瑶，咱们一家3口虽然现在很穷，但是绝对不能干那种见不得光的事情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这些钱每一分都来得光明正大。他言简意赅地解释了下这几天卖人参和野山鳖的事情。咱们现在一共有8000多块，去京城的车费肯定够了。卖人参和野山鳖能卖8000多块吗？还有一部分钱是从奶奶那里拿的。陈光辉瞪大眼睛，这跟偷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吧？爸，这些钱都是您平时上交给他的，所以咱们拿着不亏心，您不必有心理负担。辉哥，我觉得阿瑶说的有道理，你每个月都要给那个恶毒老太婆好几百块，这些年来林林总总已经给了不下有1万块，阿瑶这才拿回来几千块钱而已，这最多算是物归原主，不是偷。陈光辉也不再纠结，点点头道：淑芬，你说的对，这是物归原主。爸妈，咱们快走吧，趁着还早，刚好可以赶上第一班去市里的大巴车。阿瑶，你说咱们还能不能再发现一颗人参？人参长什么样啊？人参长得像商鹿，不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商鹿？阿瑶，你确定人参的叶子长得像商鹿吗？是啊。闻言，李淑芬指着灌木丛里的一棵植物道：那个是人参吗？程瑶刚想说人参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能遇到，转眼就愣住了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。阿瑶，到底是不是啊？是人参，而且还是一颗极品人参。妈，您真是太厉害了。听到这话，李淑芬不敢置信道：真的吗？阿瑶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参长得很像萝卜，尤其像没长大的萝卜缨子？闻言，程瑶轻笑出声：爸，您别说，还真挺像的。这人参真的可以卖1500块钱吗？这是6叶品人参，不止1500块。此言一出，李淑芬惊讶地咽了咽口水。那得卖多少？最起码2500以上。爸妈，咱们走快点，先去药店把人参卖了再出发。好。来到药店，老板见是程瑶过来，立即迎了上去。上次的那根人参可让他赚了1000块。小姑娘，你来了，这次给我带来了什么好货？老板，您看这支6叶品人参怎么样？6叶品。老板立即接过程瑶手里的人参，仔细观察着。这小姑娘也太厉害了，这种人参最起码能卖5000以上。老板激动不已。您看这个值多少钱？小姑娘，你看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价格你来说。4000怎么样？听到这话，陈光辉和李淑芬都愣住了，瞪大眼睛看着程瑶。就这么颗跟萝卜缨一样的东西，瑶怎么能卖4000？完了，老板不会把我们给赶出去吧？好的，4000就4000，还是像上次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陈光辉和李淑芬呆住了，程瑶接过钱，把人参交给了老板。爸妈，咱们走吧。刚上火车没多久，陈光辉旁边的老人便剧烈咳嗽，那样子看上去非常难受。程瑶一看便知道是肺不好。老人家，您现在用左手按摩您的列缺穴，可以缓解咳嗽。说完，程瑶左手放在右手的食指与拇指中间的位置。您看，这里就是列缺穴位。老人都快把肺给咳出来了，也顾不得这小姑娘会不会医术，立即学着程瑶的动作开始按摩列缺穴。没想到按了几秒钟之后，咳嗽的症状竟然好了不少。老人非常惊讶，立即加大力度按摩。小姑娘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谈不上厉害，就是会点岐黄之术。那你看我这咳嗽是什么毛病？老人家，您这是标准的肺热，您之前应该吃过不少药吧？而且那些药基本上不会起到什么大作用。小姑娘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吃了很多药，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您这个病非常严重，如果再拖下去的话，身体会出现大问题的，需要马上吃点中药内调阻断。中药真的可以吗？您放心，真的可以。小姑娘，那能麻烦你给我开个方子吗？行。老人将随身携带的笔和小本子递给程瑶，本子上面写着36卷。看来他猜的没错，这位老人确实有从军经历，而且军衔还不低。几分钟后，他将本子还给老人。老人家，药材和剂量方法我都一起写上去了，您按照药方来吃就行。谢谢小姑娘。说完，他又转头看向陈光辉跟李淑芬，你们两口子养了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儿。听到马世三夸赞程瑶，陈光辉身为父亲也是与有荣焉。我们家阿瑶从小就聪明懂事，很少让我们操心。你们一家3口这是去京城投奔亲戚？我媳妇的娘家就在京城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是京城的。程小姐，你和你父母到了京城后，要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，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住址。程瑶双手接过纸条，谢谢马叔叔。这孩子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坐了3天的火车，他们终于到了京城。到家前，他们去供销社买点礼品。麻烦帮我拿几样适合老人吃的营养品，麦乳精、橘子罐头、面粉、法饼都要。好的。再拿些金丝猴奶糖和桂圆干。对了妈，我外公喝酒吗？偶尔喝一点。麻烦再加2瓶宝丰酒。无论是麦乳精、奶粉还是白酒都不是便宜货，他们穿成这样，能付得起钱吗？小姑娘，一共是209.9块。
需要先付钱再拿东西是吗？就在柜员怀疑程瑶拿不出钱的时候，程瑶快速拿出一叠纸币递给柜员。麻烦您叔叔。好的，小姑娘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给你拿东西。接上集，我陪父母一起回娘家，却被嫌弃是乡下来的穷亲戚。你们找谁啊？这一家3口穿的破破烂烂，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泥腿子，不会是来要饭的吧？大妹子你好，请问李明月和王云是住在这里吗？你跟他们什么关系？我是他们的大女儿。大女儿？就那个留在乡下的大女儿，不是说早死了吗？怎么突然又活了？郑小莲立即大叫：“李卫国，你快给我出来！”很快从屋内出来3个人。李淑芬看到自己的父亲，嗫嚅着唇瓣：“爸妈。”你是淑芬？是我。李淑芬冲过去，一把抱住李明月和王云，嚎啕大哭：“爸妈，我终于见到你们了。”淑芬，我的女儿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妈，您的眼睛怎么了？印象中母亲的身体一向都非常不错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就瞎了眼睛？你妈自从下乡后身体就一直不太好，后来又冒险生下你弟弟卫国。我们回到京城后，她大小病不断，又因为思念你每天流泪，最后就成了现在这样。一听这话，李淑芬更加心痛。王云握着李淑芬的手，笑着安慰她：“淑芬别难过，不就眼睛看不见吗？没什么的，这么多年妈都习惯了。”淑芬，这些年你究竟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我和你妈在程家村都找不到你？爸，你和妈他们离开程家村后，我们就搬到了隔壁的东之村。那我以后得把手机带上，方便联系。淑芬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有点卡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在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2400多。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就连相机和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怪不得我和你妈怎么也找不到你，你这孩子怎么搬家了也不托人写封信回来告诉我们？爸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以后我再慢慢跟您解释。外婆，您的眼睛是后天形成的视力障碍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您重新看见的。阿瑶读过书。是的妈，阿瑶读书非常聪明，而且还跟着我们村的赵大夫身边学过医术，您的眼睛他肯定有办法治好的。那我以后就指望阿瑶了。闻言，郑小莲在心里冷哼一声：婆婆的眼睛连城里的大医生都看不好，一个乡下的小学徒还好意思来这里卖弄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淑芬、光辉，这是你们弟弟卫国，这是卫国的媳妇郑小莲。卫国，你大变样了。大姐夫，你跟大姐也变了不少。郑小莲没说话，她现在的心情复杂，没想到自己还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乡下泥腿子大姑姐。光辉、淑芬，咱们进屋说。卫国，你去割2斤猪头肉回来，顺便再买个卤鸡，把你二姐也叫上。今儿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下。好的爸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小两口走在路上，郑小莲一下子就变了脸色。李卫国，你说你大姐跟大姐夫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大姐已经20多年没回过家了，回家看看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看他们大包小包的，可不像是回家看看这么简单。那像什么？像常住。应该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我看他们就是来投奔咱们的，我不管，我可不想跟他们沾上半点关系。小莲，你别这样，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。是你的亲人又不是我的亲人，反正我不想跟他们住一起。也许我大姐跟大姐夫就是来京城看看我爸妈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这样最好。1个小时后，李淑玉和她女儿也回来了。干嘛？你们不是说我大姐回来了吗？人呢？看着光鲜亮丽的二妹，李淑芬先是一愣，而后有些局促。淑玉，你是大姐？她怎么也不敢相信，眼前这如同乡下村妇一般的人，竟然是她的姐姐。见李淑玉这样，一旁的郑小莲就知道自己找到知音了。看吧，就连亲妹妹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姐姐，李卫国居然还妄图让我接受他们。是我。没想到这时的李淑玉却哭了出来。大姐，我终于看到你了，这些年你肯定受了很多苦吧？姐姐嫁人的那天她10岁，如果不是姐姐换来的那袋小米，可能她早就饿死了。淑玉，别哭，其实我过得挺好的。淑芬，那你跟光辉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外公，是这样的，我跟我爸妈打算留在京城做点小买卖。阿瑶说的对，我们想留在京城做点小买卖。听到程瑶的话，郑小莲眼底的嘲讽之色都要溢出来了。大姐，做买卖这话说得很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难。我记得你应该认不了多少字吧？大姐夫呢？他认识字吗？舅妈，虽然我爸和我妈不认识多少字，但人都是慢慢成长的。再说小本生意也不一定非要认识多少字，我相信我爸妈会慢慢适应京城的节奏，靠着自己的双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。听到程瑶的话，李淑芬心里的自卑感一下子就消失了。阿瑶说的对，我跟你大姐夫虽然不认识多少字，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吃饭。再说阿瑶认识字啊，她读书可聪明了，连教她的老师都说她将来有大出息呢。大姐，你把做买卖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阿瑶一个孩子，她懂什么买卖营生？再说这做买卖光靠手可不行，还需要本钱。你们有本钱吗？不等李淑芬说话，李淑玉从包里拿出一叠钱。我有钱，我支持大姐跟大姐夫做生意。
我跟你妈这里也还有些退休金。一听这话，郑小莲都快气爆了。李淑玉支持李淑芬也就算了，可李明月这个死老头子，他凭什么把钱给李淑芬？见父亲跟二姐都有所表示，李卫国也想表示一下。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郑小莲便一个冷眼扫过来，看到老婆的眼神，李卫国瞬间不敢说话。大姐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按理说你做生意，我跟卫国也要支持一下。但我跟卫国刚结婚不久，这手里不但1毛钱没有，还欠着一屁股的债呢。毕竟我们跟你不一样，我们也没个人帮衬。这话当然是说给李明月听的。身为父亲，谁家老子不是把钱留给儿子？他可倒好，居然倒贴闺女。李淑芬也听出了弟媳妇的言外之音。爸，淑玉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。我跟光辉这些年来虽然没什么积蓄，但做小买卖的本钱还是够的。我们打算明天天一亮就去附近租个房子，先安顿下来再说。都回家了，还出去租房子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家里的房子又不是不够住。淑芬，既然都回家了，自然要住在家里，出去租房子，让人知道多不像话。见公公婆婆极力挽留大姑姐一家，郑小莲立即就不乐意了。爸，咱家虽然有几个空房间，但都没装修，也没几件像样的家具，让大姐跟大姐夫住进来的话，恐怕有些委屈他们吧。没有家具可以买，卫国，你在家具厂不是有认识的朋友吗？明天去买点新家具回来。李卫国刚想点头，目光触及到郑小莲要吃人的眼神，立即道：“爸，您记错了，我不认识什么家具厂的朋友。”听出了儿子话里话外的推辞，李明月很生气：“爸，真的不用麻烦，就算你们把家具买回来了，我也不会跟你们一起住的。既然大姐不愿意跟你们一起住就算了，刚好我们院子里有房子要出租，明天我就带大姐去看看，到时候您跟妈要是想大姐了，可以随时过去看她。”淑玉，你们院真的有房子出租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房子。好的，大姐。郑小莲松了口气，还算这李淑芬有几分自知之明，没有赖在他们家。第二天早上吃完饭，李淑玉便带大姐一家去看房子。这屋子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里面很大，不但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4个卧室。我昨天给房东说了，1个月给100块的房租就行。阿瑶，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我觉得挺不错的，爸妈，要不咱们就租这儿吧。姐，都听你的。这房租是1年1付，还是1个月1付呢？这钱我昨天晚上已经付过了，刚好是1年的房租。淑玉，我们一家3口租房子，哪里能让你付钱？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缺钱。你们现在是不缺钱，但刚来京城哪都要花钱，这1200块就算是我投资你们做生意的。那好，这钱我后面慢慢还你。换新钱旧机一定要先估价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重生80年代，我决定靠摆摊成首富。阿瑶，你们以后准备做什么买卖？我想在大学门口卖炸串，比如油炸鸡翅、鸡排，还有一些蔬菜什么的。这油炸食品的生意可不好做，你想好了没？小姨，您放心，我有独门秘方，生意肯定会红火的。虽然李淑玉担心大侄女会亏本，但姐姐一家刚到京城，如果一直泼冷水，难免会让姐姐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。可眼见程瑶居然把冰糖放在锅里炒，李淑玉直接傻眼。阿瑶，你炒冰糖干嘛？冰糖也能放在锅里炒，她没看错吧？小姨，这是在炒糖色。这确定不是在浪费食材吗？糖放在炸串里怎么吃啊？李淑玉转身便回家了。丈夫见她回来，笑着道：“你不是说要看阿瑶做菜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我怕我要是再看下去的话，一会要得心脏病，那孩子哪会做菜啊？简直就是在浪费东西，瞎胡闹。我倒是挺期待阿瑶的手艺。虽然跟大姐夫一家相处不多，但王磊觉得程瑶应该不会胡闹才是。那你就等着失望吧。你知道阿瑶刚在锅里炒什么吗？炒冰糖。她做的炸串要是好吃的话，我李淑玉的里就倒着写。放冰糖？你看错了吧？没看错，确实是冰糖。程瑶炸完串串后，便和李淑芬去给外婆送药。外公外婆，阿瑶来了。爸，这是阿瑶炸的鸡排和串串，您晚上记得跟我妈还有弟弟弟妹他们一起吃。好的，阿瑶做的肯定很好吃。外婆，以后我每天把治眼睛的药熬好了送过来给您喝，来之前给你打电话。阿瑶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呀，之前手机有点卡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在转转上面回收了，卖了24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就连相机和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把药放在这里，让你外公每天给我儿就行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，顺手的事。晚间李卫国跟郑小莲下班回家，李明月特地将程瑶炸制的鸡排跟串串拿了一半来送去给他。爸，您拿的什么啊？是阿瑶炸的鸡排跟串串，虽然我们还没吃，但闻着特别香。你跟卫国也尝尝。他跟儿子儿媳虽然住在一个4合院，但儿媳妇喜欢2人空间，因此他们并不在一起开火做饭。郑小莲看了眼碗里的东西，果然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，居然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送人。爸，我跟卫国一会儿要出去吃肯德基，这些好东西您还是留着跟妈吃吧。他特地强调了那个好字。李明月看了眼李卫国，见儿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着道：“你们不吃就算了。”郑小莲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看向李明月：“
但大姐跟大姐夫要做的生意，不会就是卖这个东西吧？是的。但我看大姐跟大姐夫这个生意8成是做不起来的。京城毕竟不是什么小地方，您和妈还是劝着点。这赔本的买卖浪费钱不说，别亏得到时候连回乡下的路费都没有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万一你大姐和大姐夫真把生意做起来了呢？但您出去打听打听，每年做生意亏本的人有多少？小莲，你不能只看亏本的，也有不少人做生意挣的钱的，你怎么不说？年轻人话不能说得太早，万一你大姐跟大姐夫未来也是千万富豪中的一员呢？郑小莲直接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爸，您看看窗外，这天都还没黑呢，您就开始做梦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李明月也不想再跟儿媳妇抬杠，接着道：既然你们一会儿要出门吃肯德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明月走后，李卫国看向妻子，埋怨道：小莲，你刚怎么能那么不给我爸面子？我怎么了？你不说我爸送来的东西也就算了，怎么能嘲讽我爸？我也没说错啊，就你大姐跟你大姐夫那一家3口，我肯叫一声大姐，就已经是他们的荣幸。李卫国，请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们家和你自己的情况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嫁给你这种人？他不管怎么说也是大专毕业，李卫国就是个高中毕业生而已。无论是家世还是自身条件，他都比李卫国强几百几千倍。李卫国低着头不再说话。还有，你凭什么跟我大呼小叫？李卫国，你别忘了，就连你现在的工作都是我爸托人给你找的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能有现在？小莲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希望你能跟我父母好好相处，毕竟都是一家人。我嫁到你们家可不是来受委屈的，你爸妈那么偏心，我现在这样已经够给他们脸了。你想法别那么偏激，我爸妈从来都不偏心。不偏心，我们结婚他们就拿1万块；不偏心，他们会把所有的退休金都拿出来给你大姐和大姐夫做生意。我大姐这些年真的吃了不少苦，而且当年……少在我面前提当年的事，再怎么当年那也是你们李家的事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总之你父母这么做就是不对，一碗水都端不平，以后休想让我给他们养老。另一边，李淑芬回家后叫了李淑玉一家一起吃饭，看着桌子上的炸串和鸡排，李淑玉满脸复杂的情绪。雷贼，淑玉，你们一家3口不要客气，快吃啊！这鸡排和串串我刚已经尝过了，味道特别好，保证你们吃了第1次还想吃第2次。王磊首先夹起一块炸鸡排尝了尝，下一秒他表情直接从平淡到震惊。这炸鸡排居然这么好吃，入口酥脆不已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李淑玉一愣，就算是要给姐姐姐夫面子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见父亲给出的评价这么高，王玲玲也拿起一块鸡排和串串吃了起来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妈你快尝尝啊！李淑玉看着女儿，眼底全是震惊的神色，拿起一根炸金针菇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尝了下。得，阿瑶，这是你做的吗？麻辣鲜香又不油腻，太好吃了。这要是拿去摆摊的话，肯定能赚大钱。那就借小姨吉言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摆摊？明天吧，明天是营业，如果效果好的话，后天就正式营业。你这根本就不用试，我可以打包票，生意绝对非常好。阿瑶姐，我妈说的没错，你一定可以赚大钱的。第2日上午10点半，一家3口推着3轮车来到京城大学门口。这会儿虽然还没到饭点，但大学门口就已经非常热闹。程瑶将车停在一个空位处，可转眼过去了半小时，他们的炸串还无人问津。这情况让李淑芬跟陈光辉都有些着急。阿瑶一直没生意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妈，咱们先把火打起来。现在打火是不是太早了？不早，咱们把火先打起来，自然就有人来买东西了。火烧起来之后，程瑶往油锅里放了几块鸡排，闻到从来都没闻过的香味。很快就有个女生好奇地停下了脚步。老板，你们这卖的这是什么啊？炸鸡排，美女，我们今天第1天开张，买1份鸡排送1根好吃的炸串串。炸鸡排有肯德基好吃吗？听说肯德基味道非常好，可惜需要排队，要不然他早去吃了。好吃，当然好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说完，程瑶将拌好的鸡排递给女生，要不您先试试。多少钱1份？3块。那给我来1份吧。好，能吃辣吗？可以，越辣越好。小美女，这鸡排是变态辣的，串串就给你刷微辣蘸料吧。小美女这个称呼是程瑶教她这么说的。做生意嘴巴甜一点，回头客就会多一点，生意也会越来越红火。可以。说完，女生吃了口鸡排，顿时就被惊艳到。好吃，老板你真厉害，竟然把鸡肉做得这么棒。这个串串怎么卖的？我要多买几串。牛羊肉1块5一串，鸡柳和鸡肉丸子是1块，剩下的素菜串串全都是5毛。很快，女生就选了满满一大篮子东西，这么好吃，她要带回去让舍友们一起尝尝。路过的学生们见女生一次性就买了这么多炸串，又闻到空气中的香味，纷纷急停下脚步。换新前9集一定要先估价，2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接上集，我靠前世的销售经验卖炸串，摊位很快就人满为患。快看，炸串就在那边，大家快冲啊！张小月，这炸串真有这么好吃？那是当然，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炸串。那老板，我也要1份炸鸡排。我也要1份，要变态辣的。看到这么好吃的炸串，大家的心都开始蠢蠢欲动。老板，我也要选些炸串。老板，我要1份微辣的炸鸡。
面对热闹的摊位，一家三口分工明确，虽然忙碌却并不慌乱。到下午2点多就已经卖完了。爸妈，咱们今天一共收入662块5毛钱，除掉全部食材的230，跟买3轮车的300块，今天净赚132块5毛钱。啥？阿瑶，你说啥？咱们今天一共赚了多少钱？阿瑶，你是不是数错了？虽然今天的生意确实不错，但李淑芬怎么也没想到，不仅能把所有成本全部挣回来，还能有100多块的净利润。没数错，确实是这么多。爸妈，这才哪到呢？咱们还有1000万小目标呢。等程瑶几人刚收摊回家，李卫国便过来了。卫国，你怎么来了？听爸妈说，你跟大姐今天已经出去摆摊了，生意怎么样？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？生意蛮不错的，今天第1天开张就把所有东西全都卖完了。一听这话，李卫国有些惊讶。真的吗？姐，你跟姐夫还有阿瑶刚到京城，我这个做弟弟的也没什么好表示的，钱不多，你收着，就算是我的一番心意。这件事你别告诉小莲，她会打电话骂我的。卫国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有点卡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在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24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就连相机和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他知道大姐跟姐夫一家刚来京城需要帮衬，今天晚上也是刚好提前下班，趁郑小莲不在家，他才赶过来。放心，这件事我不告诉小莲，你的心意姐姐领了，但这钱我是真的不能收，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。不行，大姐，这钱你必须收着，姐弟之间就应该互相帮衬，你要是不收的话，就是打心眼里不认可我这个弟弟。那你坐会儿，我炸点牛肉串，你跟你姐夫喝点酒。马上小莲该到家了，我得回去做饭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李卫国便匆匆离开。李卫国刚走，李淑玉就来了。大姐，刚刚是不是卫国来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他肯定是来给你送钱的。李淑芬瞪大眼睛，这都被李淑玉猜到了。其实卫国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可惜就是没遇到个知冷知热的好老婆。你别这么说，小莲可能就是性格直接了点，应该不是什么坏人。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对了，卫国刚刚嘱咐我，他给我拿钱的事情不能让小莲知道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了。放心，我知道。第2天上午10点，程瑶3人准时出现在大学门口，生意跟昨天一样火爆。这样的好生意很快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和嫉妒。你看那个黄毛丫头算账怎么那么快，肯定是乱算一通，这简直就是在影响咱们整体商贩的名声。说话的是个卖冰糖葫芦的中年妇女，自从程家人来这里摆摊后，她的生意就差了一半不止。听到这话，隔壁的卖包子的中年男人很快就说道道：你说的对，正常人哪有算价算得这么快的？老郑，咱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黄毛丫头影响了这里的风气。你的意思是？你女儿不是在京大附近吗？让你女儿去他们那儿排队买东西，就能当众揭穿他们真正的嘴脸，然后咱们团结起来把这一家3口从这里赶出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女儿便来跟他们商量起来对策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今天一定好好惩治这个奸商，让他们从今以后都不能在这里摆摊。郑萍萍来到程家炸串摊前，故意选了一篮子东西。程瑶接过篮子，只是快速的数了下木签就给出答案。美女，加上鸡排一共23块5。你算错了吧？就算你口算能力再好，我这么多东西，你也不可能看眼就知道是23块5。程瑶从接过篮子到数签，整个过程都不超过30秒。我看你就是个奸商，随便编个数字就来坑我们这些大学生钱。郑萍萍特地咬中了我们这些大学生这几个字，果不其然，听到这话，周围吃串串的学生们立即停下脚。我们城市炸串做生意向来光明正大，从不赚黑心钱。今天站在这里的各位都是证人，如果我给你算错1毛钱的话，就错1赔100。郑萍萍拿起计算器，那我倒是要好好算算，你刚刚说我的这些串串一共多少钱？23块5。说完，郑萍萍便开始算了起来，算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算完，结果真是23.5元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23.5？边上的老郑跟孙香琴更是失望至极，要知道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把这一家3口给赶走了，没想到这黄毛丫头报出来的价格不是瞎蒙的。我就知道他不会随便乱算价格。炸串西施的口算能力好厉害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质疑他了。听着众人的好评声，程瑶脸上神色淡淡，并没有赢了之后的得意洋洋，只是看着郑萍萍。请问这位美女，您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？郑萍萍气得要死，偏偏还没地方出。没了。那炸串您是要微辣还是中辣呢？这趟过来，他不但没把程瑶赶走，反而还要倒贴，但他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。微辣就行了。小摊位前又恢复了热闹的景象，眼看生意不仅没有被这场闹剧影响，买东西的人还因为这件事变得多了。李淑芬跟陈光辉都松了口气。阿瑶，刚刚都吓死我了，幸好有你。妈，只要没做亏心事，就不怕鬼敲门。咱们出来做生意，往后这样的事情只会多不会少。您和我爸都要学会习惯，然后冷静的去处理。听到这话，李淑芬跟陈光辉皆是一愣，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？这夫妻俩只想做生意赚钱，并不知道原来这甜头的下还隐藏着腥风血雨。对了，我待会收摊去买一些水果做水果茶。水果茶那是什么东西？等做出来您就知道了。
回家后，程瑶做好水果茶，便给外公外婆也送点过去。郑小莲今天休息，娘家亲戚也过来看她，所以院内非常热闹。表姨，我上次给表姨夫安排的工作还满意吧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要不是你的话，你表姨夫到现在还是个无业游民呢。听到这话，李卫国似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嗫嚅了下唇瓣，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看到程瑶来了，李卫国露出笑脸。阿瑶，小舅妈，我来找外公外婆。看着走来的大美女，张磊直接就愣住了。他从来都没见过长得如此标致的人。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张磊在的时候过来，他是闻着味儿来的嘛，分明是知道张磊身份不凡，所以想过来吸引张磊注意的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阿瑶，你外公外婆都在屋里，你快进去吧。程瑶微微点头，带着水果茶往屋内走去。表姨，这是你们家亲戚？她是魏国那个在乡下大姐生的女儿，一家3口刚从乡下过来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一听从乡下来的，张磊眼底的好奇之色瞬间就消失了一半。以他现在的身份，自然不能娶个乡下小丫头回家。姑姑，程瑶经常来你们家吗？她平时都是晚上过来。那她今天怎么下午过来了？醉翁之意不在酒杯。说到最后，郑小莲的目光落在张磊的身上。小磊，你身份高贵，跟程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可不能干头脑发昏的事情。表哥，我姑姑说的对，程瑶这个黄毛丫头可配不上你。放心，我眼光没那么低。那就好，就她一个乡下小丫头，还想给老太太治眼睛呢。那她会医术吗？会什么医术？就是自视清高罢了。小莲，直说阿瑶不会医术，咱妈的眼睛她一定会治好的。换新前酒机一定要先估价，2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他用毕生医术给外婆治眼睛，却遭到舅妈一家人的无耻嘲讽。就她一个乡下野丫头，是哪里来的自信妄想给老太太治眼睛？小莲，你凭什么这样说阿瑶？咱妈的眼睛她一定会治好的。李卫国说你是蜘蛛，你还不承认，还真信他能治好你妈的眼睛？他要是真会医术，这都10来天的时间了，你妈的那眼睛怎么还一点感觉都没有？阿瑶说了，治疗周期是半个月。程瑶要是真那么厉害的话，还会跟他父母逃难来京城吗？郑小莲越想越觉得自己驾亏了，她看向李卫国，十分不耐烦的道：“你还杵在这儿干嘛？赶紧买菜做饭去，晚上磊磊跟春林在这儿吃饭。”好，我马上去。可话刚说完，就被出来的程瑶和王云听见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的眼睛现在已经好了一大半了。阿瑶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把你爸的那只眼睛也治治呢？程瑶听出了郑小莲的言外嘲讽。我爸的眼睛属于先天性视力障碍，跟外婆的不一样。既然这样，妈，那我就提前恭喜您，过几天终于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看见东西了。他刻意加重了恭喜这2个字。旁边的张磊听到这话便说道：“姑父妈，你的眼睛要是能好的话，我就割10斤猪肉来给你庆祝。”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？既然磊儿都买东西，那我就负责提供场地和米饭还有饮料，到时候咱们好好摆一桌庆祝一下。他们之所以敢轻易许下承诺，无非就是觉得程瑶年纪轻轻，根本不会医术。王云刚想说些什么，程瑶便开口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替我外婆好好谢谢大家了，还希望你们不要信口开河才是。”放心吧，我们说话向来一言九鼎。翌日上午，程瑶跟随父母一起摆摊，刚到校门口，就发现郑萍萍跟他们一样也卖起了炸串和炸鸡排，而且定价还比他们便宜。果不其然，得知新开的炸串店比程瑶家便宜，买炸串的都跑到郑萍萍那边去了。阿瑶，咱们今天不会一串都卖不出去吧？没事的妈，咱们有好喝的水果茶，他们可没有。这郑萍萍也太坏了，之前故意来砸咱们的场子，现在又开始学咱们。爸别生气，以后的模仿者会越来越多的。小吃这个行业本就是百花齐放，接下来就各凭本事赚钱。说完，程瑶就宣传起了他的水果茶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今天买满6块钱炸串或鸡排，送1杯清爽解渴、美容养颜的水果茶。大家又听到能美容养颜还能清爽解渴，便立即打消去郑萍萍的冷气。老板，我要1份鸡排，3串香菜，2串牛肉，是不是能送1杯水果茶？是的，美女您稍等会儿。很快，程瑶的摊位前就围满了人。郑萍萍眼听自己的生意又被程瑶抢走了，脸上全是难看的神色。这个小贱人怎么就能做出那什么水果茶？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啊？就在此时，在火车上遇见的马13找过来。程小姐，您是？我是马13啊，就是之前在火车上您教我按列缺穴缓解咳嗽，还给我治疗咳嗽药方的那个人。原来是您啊，看您的样子最近的睡眠质量应该非常不错。这还多亏了您，如果不是您的话，我现在恐怕还被那该死的咳嗽给折磨的夜不能寐。对耶，程小姐给您介绍下，这是我太太楚慧萍。程小姐您好，总是听我先生说起您，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。马太太您好，我是程瑶。程小姐，我跟我太太今天贸然找到您，除了想感谢您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帮忙。既然有事要说，那路边肯定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马先生，马太太，我家就住在附近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2位跟我回去喝杯茶吧。不介意，不介意，这有什么介意的？ 3人坐下之后，
马13跟程瑶说了他干妈的病症，希望程瑶能帮忙看一下。程小姐，我干妈现在饭都吃不进，我们也找来很多医生都没有用，实在是没办法才想过来请您帮忙的。根据您的描述，觉得老人家应该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但在没有看到老人家之前，我也不好妄下结论。这样吧，我明天下午抽空过去一趟。见程瑶答应去全家给全老太太看病，马13非常开心。程小姐，我明天下午跟我太太一起过来接您。也好。聊完全老太太的事情后，马13从公文包内拿出2摞现金。程小姐，感谢您治好了我的咳嗽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您一定要接受。这是2万，2万块钱放在后世可能没多少，但现在是98年。马先生，这钱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程小姐，这点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有些多，但对于我们马家来说不多。您是不知道我被这咳嗽折磨的有多难受，你要是不收下这笔钱的话，我是真的寝食难安。马13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程瑶知道自己若是再拒绝的话，在马家人看来就是另有所图了。既然马先生言尽于此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见他收下钱，马13跟楚慧萍都松了口气，跟程瑶约定好明天下午来接他的时间和地点后，便提出离开。时间转眼就到了第2日下午，程瑶和马13来到全家给全老太治病。弟妹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位神医程小姐。程小姐，这位是全夫人。全夫人您好。程小姐你好。说完，周玉婷看向别墅内，喊了一声：“九言，快过来。”来了。空气中响起的声音好像有些熟悉。程瑶微微抬眸，看清对方的脸，两人都愣住了。是你。两人几乎同时发音，然后又默契地笑了出来。全大哥。程瑶。周玉婷一愣，她这宝贝儿子是在对程瑶笑。身为母亲，没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全九言性格清冷，不但没谈过恋爱，对所有女孩子都是一副冷冰冰、默哀老子的模样。可今天他居然看到全九言对程瑶笑了。九言，你跟程小姐认识？对的，但我不知道她就是治好您咳嗽的人。这真是天大的缘分，咱们也别在这里站着了，快上楼看看干妈吧。对对对，快上楼，老赵他们早就已经到了。别墅3楼。妈，马大哥把程小姐带来了。此言一出，屋内的赵生跟赵岩很快就发现了站在那里的程瑶。赵岩不知为何，他以前明明从未见过程瑶，可程瑶不但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还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。老赵，这就是给我治好咳嗽的程小姐，是不是年少有为？的确是年少有为。干妈，这是程小姐。看到程瑶的这一瞬间，全老太太好像看到了未来孙媳妇，脸上立即堆满了笑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这老太婆疯了吗？竟然对一个黄毛丫头如此热情，老不死的到底知不知道？只有我才是全家未来的孙媳妇。我叫程瑶。程瑶，好名字。老太太，我来给您把脉。程瑶微微敛着眸子，凝神听脉。死丫头装什么？连我父亲都看不好全老太的病症，她凭什么能？程小姐，我马叔叔说你非常厉害，是难得的奇女子，那你现在肯定已经诊断出来全奶奶的身体到底是什么病症，并且有把握治好全奶奶了吧？程瑶并没有回答赵岩的话，而是看向周玉婷，语调极淡的开口：全夫人，请问老太太房里点的是不是鹅梨帐中香？上一世，她被卖到缅甸当奴隶后，在农场老奶奶那里学了中医，重生后为人治病却遭质疑。你把全奶奶治昏迷了，要是她3分钟内醒不过来怎么办？那我就一命抵一命。接上集。程小姐，你那么厉害，肯定能诊断出全奶奶的病症，并且有把握治好吧？程瑶并没有搭理她。全夫人，请问老太太房里点的是不是鹅梨帐中香？是的，老太太去年去了一趟阳城，在好友家里闻到了这种古法熏香，觉得好闻，回来之后就一直点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香应该是点了长达7个月之久。听到这话，全老太跟周玉婷都非常惊讶，因为程瑶说的分毫不差。对的，没错。程小姐是觉得老太太的病跟鹅梨帐中香有关系？对的，剩下的鹅梨帐中香和家里闲置的物品，咱们等一下就把它挂在闲鱼上吧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听你这么说，这闲鱼还真不错。准确的来说，老太太的病就是鹅梨帐中香所导致的。想要老太太的身体好起来，需要马上把这香撤走，如若不然必定会危及生命。一个熏香也能导致疾病威胁生命，该不会是程小姐根本就不会医术，在这里故弄玄虚吧？面对赵岩的质疑，程瑶的脸上连丝慌乱都没有，只淡淡道：因为老太太对鹅梨帐中香中的鹅梨过敏。程小姐怕是诊断失误了，老太太并不对梨过敏，而且平时最爱吃的就是梨，还有老太太已经熏这种香有半年之久，若是真有过敏现象的话，也不会直到现在才出现症状。鹅梨帐中香中的鹅梨虽然带梨字，却跟我们常见的水果梨并没有半点关系。至于这位叔叔所说的常见过敏现象，不同体质的人群所呈现的过敏症状不同。您虽然没见过老太太这种过敏现象，但不能否定她的存在。程小姐真是博学多才之人啊，看来医生光医术高明可不行，还得储备各种百科知识。听到这话，赵生微微眯眸，心情复杂。既然程小姐医术如此高超，
甚至在我爸之上，那你肯定能马上缓解我全奶奶的病情吧？毕竟她老人家已经有1天都没吃饭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身体可吃不消。程小姐，妍妍说的对，您既然诊断出我妈的病症，那就拜托您开副药方，让她老人家赶紧好起来。不用开药方，老太太年纪毕竟大了，是药3分毒。她这种情况其实只要用到针灸之术，将体内的过敏症状逼出来即可。程小姐会针灸之术。说完，程瑶拿着银针开始手上的动作，一针又一针，针针都命中穴位。全大哥，麻烦帮我把老太太额头上的热毛巾换一块。随着全九妍拿毛巾的动作，周玉婷惊呼一声：天哪，毛巾底下黑了！程小姐，这黑色的是什么？是沉淀在老太太体内的轻微毒素。嫂子，你能把毛巾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赵生接过毛巾，正准备闻一下，空气中突然传来程瑶的声音：毛巾不能闻。为什么不能闻？你是怕我爸发现了什么吗？赵生看向赵以言，眼底全是欣慰的神色。果然，女儿也发现这程瑶居心不良。这上面附着一层毒素，如果执意要闻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头晕。你别忘了，我爸爸也是医生，这毛巾到底有没有毒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我心里有数。赵生捏着毛巾，将发黑的那端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。程瑶也不再多说什么，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赵以言小声问道：爸怎么样？这毛巾应该有问题。那全奶奶怎么办啊？她会不会被程瑶害死？随机应变吧。程小姐，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的针灸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全奶奶好起来？快了。我看是全老太快死了吧？你不是说我爸闻了那个毛巾会导致严重的头晕吗？为什么我爸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？赵以言继续咄咄逼人：时候未到而已。随着程瑶的说话声，他将手上的最后一根银针插入全老太太的承浆穴中，几乎是这一针刚扎进去，原本还睁着眼睛的全老太太却突然昏迷过去。这一幕几乎吓坏了所有人。妈，程小姐，我妈怎么了？无碍，这是正常反应，只要3分钟，老太太就能缓和过来。我看全奶奶的情况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程小姐，要是全奶奶3分钟后醒不过来怎么办？一命抵一命。程瑶的声音很淡，却掷地有声。3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见全老太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，赵以言有些得意的开口：程小姐，你不是说全奶奶3分钟就能醒过来吗？那她老人家怎么当？这话还没说完，躺在床上的全老太就睁开了眼。醒了，干妈醒了。赵以言跟赵生直接愣住，尤其是赵生，眼前的现象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妈，您嘴唇的颜色恢复正常了，脸色也好了不少。真的吗？程小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只是对症治疗而已，中医之道贵在精准施方，只要能找到病理，对症下药便能枯骨生肉。全老太看着程瑶，眼底全是满意的神色，又看向儿媳妇玉婷，我饿了。听到老太太说饿了，周玉婷瞬间大喜，老太太已经1天半没吃饭了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让小王去准备饭菜。全夫人等一下，未来1周之内，老太太都不能吃发物和辛辣食物。好的，程小姐，我记住了。赵生看着已经好了大半还吵着要吃东西的全老太太，眼底全是不敢置信的神色。他不敢相信医好全老太的人竟然是个18岁的小姑娘。老赵，怎么样？程小姐是不是后生可畏，比你厉害多了？赵生刚想说些什么，可却突然脚步不稳，往后踉跄了好几步。怎么了？头有点晕。程小姐都说了，那毛巾上附着一层毒素，闻了会头晕。你不听劝告非要闻，这下长记性了吧？赵生也没想到毛巾上的毒素真的会让自己头晕，此时除了震惊就是懊悔。程小姐，老赵这情况你有没有办法缓解？这种头晕虽然非常难受，但不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影响，暂时没有药物可以缓解。没有药？赵生他觉得程瑶这话存在故意而为之的成分。老赵，既然没有解药，那你就受着吧，谁让你手欠的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下次可不要再这样了。程小姐，我虽然不懂医理，但好歹也出生医学世家，知道这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竟然有毒药就会有解药。我爸这头晕的毛病怎么可能会没药缓解呢？我看就是你不想给吧。赵小姐是吧？既然你出生医学世家，赵先生也是名满京城的神医，那你们2位肯定会有缓解头晕的方法，又何必为难我这个小姑娘？按理说赵以言是真正的名门闺秀，可在程瑶面前，她却像极了个刁钻的市井小民，就连一向喜欢赵以言的周玉婷都忍不住微微蹙目。妍妍，程小姐是我们全家请来的神医，更是我们尊贵的客人，请你不要无理取闹。赵以言都快被气疯了，他不明白一向把自己当亲生女儿对待的周玉婷，会突然帮着程瑶说话。伯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故意的。这个女人好心救人，却被冤枉是下毒者。程小姐，这毒不会是你下的吧？这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怎么会没有解药？你到底存的什么心思？赵小姐是吧？你出生医学世家，赵先生也是神医，那你们2位肯定会有缓解头晕的方法，又何必为难我这个小姑娘？妍妍，程小姐是我们尊贵的客人，请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伯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故意的。程小姐这么善良，怎么会撒谎呢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。生子，我知道你一向娇惯着你们家妍妍，
但特殊场合也不能由着他耍小性子。要是吓到了程小姐，我可是饶不了她的。全老太太这最后一句话带着警告和敲打，赵以言都要哭了。从小到大，他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？赵生也愣了下。伯母，您说的是，我回去以后一定会对妍妍严加管教。您大病初愈，需要好好休养，我跟妍妍就不打扰您了。妍妍，我们回去。纵然赵以言此时再不甘心，也只能跟上父亲的脚步。程小姐，刚刚没吓到你吧？没有。赵家那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的，没有半点规矩，以后谁娶回去，谁就要倒大霉喽。没想到妍妍这孩子竟然被娇惯成了这样，简直毫无教养礼数。我就喜欢程小姐这样的。程小姐，你在家里你父母都叫你什么？他们都叫我阿瑶。那我能这么叫吗？当然可以。程小姐，我也这么叫了。还有我。马十三也跟着凑热闹。看完病后，周玉婷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跟红包让程瑶带上。全九言淡淡开口：妈，您一会儿千万别指望我送程瑶回去，我可没空。你怎么没空？你今儿必须把阿瑶给我安安全全的送回去。全九言不着痕迹的勾唇。既然是妈您亲口交代的事情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送她回去一下吧。我怎么感觉事情好像有哪里不对劲？走吧，程瑶同志，我送你回去。多谢。阿瑶这孩子真不错。说起来，这两孩子也是有缘，您还不知道吧？他们俩之前就认识。此言一出，全老太瞬间就想到全九言说自己心里有人的事情。这个人不会就是程瑶吧？全老太虽然越想越激动，但也没忘记嘱咐儿媳妇。赵以言这丫头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我听13说阿瑶跟她父母初到京城，还没有站稳脚跟，你一定要多留一些她的动作，但我怕她会借机找阿瑶父母的麻烦。全老太是看着赵以言长大的，自然知道他是什么品性。妈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我是真的喜欢阿瑶那孩子，希望咱们家那傻小子能争点气，早日获得阿瑶的芳心。另一边，全大哥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客气，这些都是我妈给你准备的东西。看着一大堆东西，程瑶愣了。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对的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全大哥，麻烦你回去告诉伯母，这东西我不能收。程瑶同志，你这是想让我妈欠你人情？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想到能上他家喝口茶，全九言心里有了些许期待感。全大哥，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就行，我给你泡杯茶。就在这时，空气中突然传来急促的小人听来电声。全九言按下接听键，也不知那边说了什么，他立即正了神色，让那孙子等着，我马上到。挂断电话后，全九言看向程瑶：程瑶同志，茶留着下次再喝，我有急事要去处理，先走了。好的，那你开车注意安全。全九言渴望的茶有喝不成了。赵生显然是低估了毛巾上的毒素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，整个人脸色惨白。李华见丈夫这样着急的不行，老赵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妈，这都怪那个程瑶，她是故意见死不救的。眼见宝贝女儿受了委屈，李华心疼的不行。快告诉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赵以言说出了事情的经过，最后怒气很深的道：妈，您知道吗？伯母跟全奶奶因为那个程瑶训斥我，您说他们是不是太偏心了？这伯母跟嫂子也是，怎么能因为一个小丫头就让妍妍受委屈呢？妍妍好歹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妍妍乖不哭了，以后咱们不嫁给全家那小子，他配不上你。一听母亲不让自己嫁给全九言，赵以言立即撒娇：不嘛，我就要嫁给九哥哥，这件事跟九哥哥又没关系。再说九哥哥在伯母跟全奶奶面前只是个小辈而已，这件事他也不好插手。您别说我九哥哥好不好？好，嫁，妈不说你九哥哥。老赵，全家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地道。还有我看那个叫程瑶的小丫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到底谁不是省油的灯？这件事分明就是你们的宝贝女儿赵以言惹出来的，你们还好意思怪程小姐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赵以言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全家小恩人程瑶，并被全老太太当场训斥的事情，很快就传到了赵老太耳中。我早就说了，你们惯养的宝贝女儿简直毫无教养可言，迟早要闯出弥天大祸。今儿这事只是个开始而已，你们若再不严加管教，日后必定害人害己。妈，这事儿您真是冤枉妍妍了，跟妍妍半点关系都没有，这都是程瑶的错。那我倒是要问问你，她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全家小恩人程小姐，这事是不是真的？她被全老太太跟玉婷当场训斥，是不是真的？她在全家屡次三番质疑程小姐医术，是不是真的？赵老太太一连3个问句，让李华愣在原地。她现在丢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脸，更是我们赵家人的脸，传到外面去，人家只会觉得是我们赵家没有教养好后代。妈，您是个老师，应该知道说话做事不能只听旁人的片面之词。如果不是程小姐见死不救的话，以妍妍的教养，她是绝对不会无理取闹的。教养，
你觉得他还有教养吗？真是慈父慈母多败儿。我虽然没见过程小姐，但我知道一个医术凌驾于赵生之上的医生，他的格局绝对不会在琐事上斤斤计较，更不会小气到有药却见死不救。不可否认，这件事妍妍也有错，但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。可您对程小姐又有几分的了解？您怎么能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到妍妍头上？我对程小姐是不了解，但我了解你女儿。我若是程小姐，别说没有解药，就算我真的有解药，也不会给你的。那按您的意思，您觉得这件事要怎么处理？很简单，等下回程小姐来给全老太太复诊，让妍妍去给她道歉。道歉？让我去给她道歉？不可能，我又没错，我凭什么要给她道歉？赵生、丽华，我今天最后再说一遍，你们两口子也给我听好了，你们这个女儿如果再不严加管教，日后出现任何问题，你们都不要后悔，也不要在我们面前来诉苦，更没人会给她收拾烂摊。他给外婆治眼睛，却遭到满大院人的嘲笑，可没想到结果却震惊所有人。小姑娘，今天是你外婆眼睛拆纱布的日子，你确定能让她重见光明吗？我确定。阿瑶，你要是把你外婆的眼睛治好了，我就把头割下来给你当球踢。小莲，外人不相信阿瑶也就算了，你是她舅妈，连你都不尊重阿瑶吗？尊重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可不是别人给的。再说她有胆子吹牛，没胆子让人笑话。小莲，阿瑶毕竟是我外甥女，你就当给我个面子成嘛，至少不要笑话她。给你面子，你有面子吗？李卫国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连工作都是我给的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去喝西北风了。我真是后悔当初眼瞎嫁给了你。李卫国紧紧咬着唇，却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程瑶气定神闲地说道：“外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”准备好了。不一会儿，覆盖在王云眼睛上的层层纱布被取掉，王云缓缓睁开眼睛。看见了，我真的能看见了。阿瑶，你是阿瑶对吗？外婆，我是阿瑶。我的好阿瑶，外婆谢谢你。这一刻，众人眼底皆是不可思议的神色。妈，您真的能看见了？能看到了，淑芬，妈真的能看到了。妈，真是太好了。妈，恭喜您。魏国妈，你说你能看见了，那你猜猜我旁边的这位是谁？这是三柱妈。魏国妈，你是真能看见了。小莲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可说过，若是阿瑶能治好我的眼睛的话，你就把脑袋割下来给阿瑶当球踢的。郑小莲这时候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舅妈，这都是开玩笑的，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，舅妈一笑而过即可，不必当真。多亏了程瑶不计较这事，才这么过去。第二天，王云一早就来到程瑶家，刚到程瑶卧室，王云的视线就落在缝纫机上。阿瑶，你买缝纫机了？对的，我准备用缝纫机做件衣服，但我手艺不精，操作不好缝纫机，可能要去裁缝店学习一段时间。不用去，不用去，外婆以前在家里学过这个，做衣服的手艺可好了。真的吗，外婆？瞧你这孩子说的，我骗你干嘛？你想做个什么样的衣服？外婆来给你瞧瞧。他立即拿来自己的设计图递给王云，王云接过设计图，眼底全是惊讶的神色。他读过书，并且有一定文化程度，自然知道非专业人士无法完成这样的设计。这个设计看似简单，却非常好看，做出来肯定会让人眼前一亮。阿瑶，这是你设计的？程瑶微微点头，说出了自己的服装生意计划。王云高兴得不得了。你设计出来的衣服肯定会大卖的，那就借外婆吉言。程瑶拿来布料，让王云教他操作缝纫机。有了专业师傅的指点，程瑶很快就能准确操作缝纫机。直至晚上吃完饭，王云才跟李明月一起回到家里。到家时，郑小莲不但没有主动叫人，反而转头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。小莲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你爸妈去你大姐家去了一天，现在才回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去了就去了呗，你生什么气？我看你是真的蠢，你就不动脑子想想，你爸妈去大姐那干啥？他们肯定是去给你大姐那一家三口送钱去的。我们结婚他们才出多少钱？等着吧，他们那点退休金早晚要全部送到你大姐那一家三口手里去。小莲，你都没看到的事，能不能别瞎说？李卫国，你是蠢货，我可不是。他们刚来到京市，哪里来的钱租房子和做生意？还不是你爸妈给的。我大姐跟大姐夫现在的炸串生意非常不错，根本不缺钱，就算是爸妈想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要的。生意不错，两个乡下人也会做生意。李卫国，你骗鬼呢？我当初怎么那么眼瞎，选了你这个窝囊废？要家世没家世，要学历没学历，我的命好苦啊！说到最后，郑小莲坐在床上委屈的哭了起来。李卫国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别哭了，小莲，都怪我没本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将来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就你别做梦了。很快就到了程瑶去给全老太复诊的时间。程瑶同志，我妈让我来接你。替我谢谢伯母。不用客气，现在在我妈和我奶奶心里，你比我这个亲儿子、亲孙子的地位还要重要。说这话不是太见外了吗？这还得多谢伯母跟全奶奶看得起。对了，给你带了新鲜的荔枝，你尝尝味道。谢谢。
30分钟后，两人来到全家，知道程瑶今天要来复诊，所以马13跟楚慧萍一大早就来了。阿瑶来了，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的老朋友赵家老太太，你叫她郑奶奶就好。郑奶奶好。看到程瑶的脸，郑淑英眼底全是震惊的神色，她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淑妍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太喜欢阿瑶这孩子了。阿瑶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8。那你家是哪里的？我是宁氏东支县人。你之前来过京城吗？这是第一次来。那你父母呢？他们以前来过吗？他们也是第一次。阿瑶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身为被遗弃的孩子，程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，于是程光辉跟李淑芬便将报道他的那天当做他的生日。郑奶奶，我的生日是9月23日。淑妍，你怎么跟计生办查户口的一样，问得这么仔细？要是吓到了阿瑶怎么办？我就是太喜欢阿瑶了，阿瑶，你别介意。此时赵以言和李华刚到门外就听到了这番话。这死老太婆是疯了吗？居然对一个黄毛丫头这么亲，我这个亲孙女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。妍妍，里面的是程瑶吗？对的，看来程小姐还真是厉害，连奶奶那么严肃的人都那么喜欢她。妍妍，你还有爸爸妈妈和3个哥哥疼着呢，别伤心，你奶奶她就是老糊涂了。妈妈对我最好了。阿瑶，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好女儿，肯定非常自豪。赵伯母说的对，有这样的女儿，阿瑶的父母肯定非常自豪。我真是后悔自己没生个女儿，看来只能找机会认个干女儿了。若不是时机不合适的话，他真想今天就认程瑶当干女儿。一听这话，赵以言便以为马13跟楚慧萍想认的干女儿人选肯定是他。嫂子，你跟马大哥现在生一个还来得及，给那3兄弟再添个妹妹。瞧你这话说的，那你怎么不给九言再添个妹妹呢？就在此时，李华带着赵以言从门外走进来。二嫂来了。弟妹。赵以言立即走到楚慧萍身边，想到楚慧萍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干妈，赵以言便抱着楚慧萍的手臂就开始撒娇。楚伯母，您跟马伯伯也在啊。随着程瑶坐下来给全老太太诊脉。程瑶同志，我奶奶怎么样？你这臭小子，我们都叫阿瑶，怎么就你身份特殊连名带姓的叫人呢？可显着你高人一等了是吧？赶紧给我改过来。这死老太婆是有毛病吗？居然让全九言喊程瑶阿瑶，她配吗？全哥哥肯定不会叫的。好，请问阿瑶妹妹，我奶奶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赵以言直接愣住。全大哥，全奶奶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不用忌口了。真是太好了，阿瑶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我老太婆现在可能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他突然发现自己养了18年的孙女竟在出生时就被调包了，而且是被对方父母故意调包，好让自己的女儿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。既然你怀疑妍叶不是你的孙女，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去查清真相，看看阿瑶是不是我亲孙女。接上集。阿瑶妹妹，我奶奶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全大哥，全奶奶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不用忌口了。真是太好了，阿瑶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我老太婆现在可能已经一命呜呼了。阿瑶简直就是华佗在世。郑奶奶，您这么说就严重了，跟真正的神医比起来，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阿瑶，过几天就是你马叔叔过生日，到时候我让人来接你去家里吃个便饭。楚慧萍想刚好可以趁着马13过生日这个机会，跟程瑶说说认干女儿的事情，也让3个儿子提前认识下妹妹。好的，楚伯母。阿瑶能来给我过生日，当天我一定要多喝几杯。楚阿姨不是要认我当干女儿吗？怎么会邀请程瑶去马家吃饭？不过这样也好，到时候程瑶就会知道月亮跟臭狗屎的区别。一直到傍晚时分，全九言才将程瑶送回家。晚上回到家的郑淑英突然想起什么。生子、小华、以平、以安、以康这3孩子脑袋上是不是都有2个漩涡？赵以平、赵以安、赵以康是赵家的3个儿子，也是赵以言的3个哥哥。是啊，爸，您问这个干嘛？那妍妍呢？妍妍有几个？妍妍只有1个。此时郑淑英心里有个可怕的想法，赵以言很有可能不是赵家的血缘。郑淑英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癫狂，但跟程瑶比起来，赵以言跟赵家人没有半点相像的地方。郑淑英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她得证明程瑶就是自己的孙女。翌日一大早，郑淑英便来到全家。淑妍，你怎么这么一大早就来了？老姐姐，你昨儿个不是说想去阿瑶家里看看她，顺便感谢下她父母的吗？我也挺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父母能教养出阿瑶这么优秀的女儿，所以就寻思着今天跟你一块去看看，刚好我也很喜欢阿瑶那孩子。我是准备今儿去看看来着，刚好你来了，那咱们就一起去。对了，淑英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其实我也是经过慧萍提醒才看出来，你有没有觉得阿瑶长得很像生子？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像你。郑淑英愣了下，
原来不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。希望今天去程家结果不会让自己失望。舒莹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其实我也有这个感觉。不瞒你说，我对阿瑶这孩子还有种莫名的亲近感，就好像她是我们赵家失踪多年的孙女一样。真是奇怪啊，舒莹，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亲孙女不像奶奶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那么像奶奶呢？郑淑英也听出了全老太太的言外之音，索性就将自己的猜测跟老姐妹说了出来，并且嘱咐全老太不要将此事情告诉任何人。你怀疑这2个孩子被人调换了？对的，要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妍妍不像我们赵家人。那咱们现在就去阿瑶家，看看阿瑶有没有2个漩涡。好的。钱奶奶、郑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阿瑶不欢迎我们来啊？当然非常欢迎，全奶奶跟郑奶奶能过来，简直就是蓬荜生辉。外婆，你先陪全奶奶、郑奶奶聊着，天气太热了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些冰镇水果茶。好的，快去吧，有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叫我。不多时，程瑶端着托盘从里面走出来。郑奶奶、钱奶奶，你们尝尝这水果茶的味道怎么样？全老太试着尝了一口，然后十分惊艳的道：“阿瑶，这果茶是你做的吗？真是太好喝了。”是我做的，你喜欢的话就多喝点，我泡了很多。真是多才多艺。阿瑶，我看你头发好像有点乱，你过来我给你理理。程瑶也没多想，走到全老太太身边半蹲下来，全老太立即伸手去梳理程瑶的头发。郑淑英也看过来，这瞬间没人知道郑淑英有多紧张。是2个，程瑶头上有2个漩涡。郑淑英极力地控制住此时的心情，就连全老太都非常激动。阿瑶这头发真好，又黑又亮，跟绸缎一样。是啊，真好看。阿瑶，你最近忙吗？不太忙，我在准备今年的高3插班生考试。想考哪个学校？就一中吧。一中目前是京城最好的高中，教学质量一流。刚好我认识一中的校长，我给你打个招呼，你就不用浪费时间去参加插班生考试了。钱奶奶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考进去。全老太微微点头，眼底欣赏的神色更加明显，不愧是她看中的孙媳妇。阿瑶外婆，您的女儿女婿把阿瑶教得很好。其实我的女儿女婿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，阿瑶这孩子是自己争气。直到晚上8点，2位老人才不舍得离开程瑶家。淑英怎么样？拿到样本了没？拿到了，在阿瑶卧室的枕头上拿了她的几根头发。希望亲子鉴定结果不要让你失望。第2天，郑淑英约了一个做侦探的学生调查程瑶的家人。至今，我今天找你出来，是想拜托你一件事。老师，能帮上您的忙是学生我的荣幸，您直接说就行。郑淑英简单的说了下程瑶的事情，然后又拿出一张程瑶的照片。我想让你查查这个孩子的身世背景和他父母老家的家庭情况，还有他们一家3口为什么突然决定来京城。老师，这就是您孙女吗？可能吧，我现在也不敢确定。另一边，程瑶决定在京大附近买个门面，看中一家大学门口旁边的商铺。跟着中介看门面的人不止程瑶，还有一对中年夫妻。中介只给那对中年夫妻讲解，因为他认为就程瑶这样的小丫头是买不起商铺的。小伙子，你这个商铺是二手的呀？我们港城最讲究着的二手商铺是没人要的，你售价16万有些太高了，要不12万我们买了。王太太，我们这个商铺是70平的，加上隔壁的商铺一共88平，还有单独的洗手间跟厨房，12万太低了，我给您个优惠价15万5，您看行不行？就9万，多1分都不行。王太太，我去跟老板申请下，这套商铺最低14万5，真的不能再低了。虽然中介已经便宜了1万5，但王太太依旧没有丝毫的动摇。我太太说的对，你一个二手商铺还要这么高的价格，就12万，多1分我们都不会买。中介微微蹙眉，虽然他也很想成交，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太低了。小伙子，你好好考虑下，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商铺。说罢，王先生和王太太抬脚就走，没有丝毫的留恋，因为他们知道中介肯定会叫住他们的。14万5，这个商铺我要了。小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王先生、王太太听到这话也停住脚步，转头看向程瑶，眼底全是质疑的神色。就这么个小丫头片子也能出得起14万5？没开玩笑，这个商铺我要了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这个商铺你们确定不要了吗？你们如果确定不要了的话，那这位小姐可就要买走了。这对中年夫妇疯狂恶意砍价购买商铺，所有的中介都拿他们没办法。没想到今天程瑶却让他们吃了饼。14万5，这个商铺我要了。小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就这么个小丫头片子能出得起14万5才怪。没开玩笑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这个商铺你们确定不要了吗？你们如果确定不要了的话，那这位小姐可就要买走了。中年夫妇这才反应过来，程瑶肯定是中介请来的托，因为被争抢的东西更容易被抬高物价。他们今天倒是要看看，他们不参与演戏，
程瑶跟中介要怎么把这出戏给唱完？二手商铺多的是，既然这位小姐想要，那就让给她吧。小姐，请问你买商铺的事情，你父母知道吗？放心，我成年了，具备独立买房的资格。那你带钱了吗？程瑶从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刷卡支付。签好合同后，中介小哥又拿出机器让程瑶刷卡。王先生看向王太太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我猜他的卡肯定无法支付，最后这个中介再把话题转到我们身上，说不定咱们还能趁机压一波价。说不定咱们10万块就拿下这2个商铺。”程小姐，恭喜您支付成功，接下来咱们去房地产交易中心去办理一下过户就行。好的。中年夫妇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就愣住了。什么？支付成功了？这怎么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一个小丫头怎么会这么有钱？你确定她支付成功了吗？是的，王先生，现在程小姐已经是商铺的新房东，您已经没机会了。说完，中介小哥又看向程瑶。程小姐，咱们这边请，房地产交易中心距离这边不远，坐车15分钟就能到。翌日早上，程瑶带着早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，准备前往马家。没想到刚走出胡同口，又看到那辆熟悉的车。阿瑶，全大哥，我刚好要出门办事，就顺路过来接你。原来如此，那麻烦你了。程瑶微微点头，他哪里能想到全九言这一句顺子，差点把程给兜了半圈。能成为程小姐的司机，是我全某人的荣幸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到达马家。吃饭时，马家特地将程瑶也安排在了主桌。饭吃到一半，马13停下筷子，笑着看向众人。其实今天我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赵以言立即放下筷子，他知道马13这是要宣布他当干女儿的事情。13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宣布？是这样的，干妈，我跟慧萍商量了下，想趁着今天大家伙儿都在，认个干女儿。赵生微微蹙眉，有些不悦的开口。马大哥，虽然说咱们家是多年的交情，但干女儿这件事也不能说认就认。妍妍毕竟是我们赵家的掌上明珠，平白无故的，总不能白白让她叫你跟嫂子干爸干妈吧？马13一愣，楚慧萍笑着开口：“老赵，你可能是误会什么了。我们不是要认妍妍当干女儿，我们的干女儿人选是阿瑶。阿瑶不知道我和你马叔叔有没有这个荣幸。”此言一出，饭桌上瞬间安静了。赵生直接愣住，脸上青红交加，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30一体。赵以言更是瞪大双眼，嘴角的笑容怎么也维持不住。怎么能是程瑶呢？这个从乡下来的小丫头，凭什么成为马家的干女儿？她配吗？马叔叔跟楚阿姨能看上我是我的荣幸才对。阿瑶，这是干妈给你的见面礼，也是改口礼。谢谢干妈。楚慧萍满脸笑容的将手镯戴在程瑶手腕上。阿瑶皮肤白，配上这个翡翠镯简直太好看了。13，慧萍，你们这2口子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。阿瑶这孩子谁见了不喜欢？我跟13这些年来一直都想要个女儿，阿瑶算是圆了我俩的女儿梦。赵以言都快气疯了，这楚慧萍还真是有眼无珠。但很快他又想到马家兄弟从小就把她当成亲妹妹，他们是肯定不愿意认程瑶这个妹妹。就在此时，3兄弟走了进来。能文能武报国，你们快过来见见你们的妹妹。来了。阿瑶妹妹同意当你们的干女儿了。是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阿瑶，首先你能成为我们3兄弟的妹妹，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荣幸，也是我们兄弟3人的荣幸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妹妹，日后在京城，谁若是敢欺负你的话，就是跟我们马家过不去，跟我们3兄弟过不去。谢谢大哥。看到这一幕，赵以言几乎坐不稳，摇摇欲坠。晚上程瑶回家刚走到胡同口，就看到李卫国蹲在那里，脸上全是化不开的忧愁。小舅，阿瑶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阿瑶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舅舅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爷俩去那边的饭店坐一下，边吃边聊吧。好的。舅生俩来到路边的小饭馆坐下。阿瑶，其实舅舅是活得挺窝囊的男人，需要靠你舅妈才能找到工作。舅舅，别这么说，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已。而且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能坚持、能隐忍的人，只要走对路，您将来肯定能成为大富翁。其实李卫国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而且他懂得感恩。总之，程瑶不讨厌这个舅舅。咱们家这么多亲戚，可能也就你最看得起我了。其实舅舅最近是有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，你帮着舅舅分析下呗。好啊。前几天有2个朋友来找我开建筑公司，说是现在建筑行业很好，未来肯定能赚大钱，让我投资5万块钱。可现在做生意就没有不亏本的，我现在是又怕亏本，又想拼一拼，5万块又不是一笔小数目。阿瑶，你说这建筑行业未来到底怎么样？舅舅，目前咱们华国正处于飞速发展期，要修路、建大桥、建铁路，未来经济逐渐上升，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来城市打拼，人口一多，住房也要跟着扩建，建筑行业前景确实非常可观。您的朋友们若可靠的话，我觉得您可以跟着去投资，搏一搏单车才能变摩托。真的吗？李卫国萎靡的精神瞬间振作起来。真的，不过前提是您的朋友可不可靠，他们是不是设局来骗您钱的？他们都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人品没问题，都能信得过。舅舅，能方便问一下你同学叫什么名字吗？其中一个叫周建设。周建设，听到这个名字，程瑶脸上全是压不住的镇定。
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闻名后世的建筑行业大佬之一便叫周建设，与他齐名的是他的合伙人林红。为了求证心里的想法，程瑶再次问道：“小舅，那另外一个找您投资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”另外一个叫林弘毅，我跟他们的关系特别铁。居然真是林弘毅，重生回来，他要让李卫国的人生不再有遗憾，让他也成为建筑行业大佬。舅舅，我觉得您这个同学很靠谱，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跟他一起投资建筑行业。如果资金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借给您，亏了算我的。若是以后慢慢好起来的话，您记得带我分红。家里虽然才买了商铺，但程瑶可以把服装生意往后推一推，多的钱没有，几万块还是可以拿出来的。阿瑶，你的意思是可以投资？对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这2个同学应该是建筑系毕业的吧？阿瑶，你真是神了，他们还真是建筑大学刚毕业的。一般只有接触过建筑行业，跟华国现代史发展的人，才会这么有缘想起来做建筑生意。总之，舅舅，你一定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好的，那我回去跟你舅妈商量下。回去之后，李卫国便把自己想做生意的想法委婉地跟妻子表述了下。你说什么？李卫国，你疯了吧？那可是5万块钱。这个男人不管怎么努力赚钱养家，妻子却依然嫌弃他是个吃软饭的废物。接上集，李卫国，你疯了吧？就你还想学人家做生意发财？别做梦了，我就是眼瞎了才会跟你这种废物结婚。小莲，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，但没什么出头机会，我还年轻，总不能一辈子都在厂里上班。你的意思是我爸费尽心思给你找的工作太丢人了吗？拜托你搞清楚，如果不是我爸，你连这个工作都找不到，你有资格嫌弃吗？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。郑小莲气得拿起书就砸在了李卫国头上，书角瞬间就将李卫国的额头给砸得青红。小莲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弘毅和建设学历比我高，比我有远见，他们肯定能把这个生意做起来，反正就是5万块钱而已，咱们现在的积蓄应该不止这些。他们要是有远见的话，早就成千万富翁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我告诉你，李卫国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你一辈子就是个穷命，就别痴心妄想了。再说，你以为你同学傻吗？他们要是真能赚到钱，还拉你投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人家是大学生，你就是个高中生而已。我看他们就是没钱花，拿你这个弱智当冤大头呢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少跟这样的人来往。面对妻子的咄咄逼人，李卫国轻叹一声，不想再多说些什么。另一边，罗志军已经把陈瑶家里的事调查好，来找郑淑英了。根据我的调查，程小姐是程氏夫妇在18年前包养的女儿。程氏夫妇身患不育之症，结婚多年都没有生养，于是他们的弟弟和弟媳便抱了个女婴回去给他们养。程瑶真不是他们亲生的，难道真是我的孙女？对的，近期程氏夫妇带着程小姐突然来京城，也是因为程富贵伙同妻子马兰想将这夫妻2人都弄死之后，再把程小姐给卖到国外去。谁知苍天有眼，程瑶他们逃过一劫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消息，马兰是您家工作了18年的佣人，我还查到马兰在18年前与赵太太在同一家医院生产过，而且2人生的都是女婴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郑淑英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马兰是赵家的佣人，还在同一个医院生产过，所以马兰是换走孩子的真凶。就在此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郑老师，前段时间您送过来的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报告显示，程小姐与赵医生、赵太太的亲子关系高达99.99%，他们的亲子关系成立。程小姐是您的亲孙女，您现在赶紧来医院取一下报告。这一瞬间，郑淑英泪如雨下，几乎哽咽。挂断电话后，郑淑英看向罗志军：“志军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程瑶是我孙女，是我的亲孙女。所以是马兰抱走的程小姐，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而您家里现在这位，很有可能是马兰的女儿。”你说的没错。老师，既然程小姐的身世已经搞清楚了，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她接回来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理清楚，让恶人受到惩罚。半小时后，郑淑英来到程家小院，看着自己的亲孙女，郑淑英控制好情绪开口：“阿瑶，郑奶奶，阿瑶，我来找你是有些事情要跟你说，你可以跟我回去一趟吗？”可以。来到赵家，刚进客厅，赵以言就看到程瑶，顿时怒从心起：“妈，您到底有什么事要说？急匆匆的把我们从外面叫回来。”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阿瑶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赵家唯一的孙女，被你们捧在掌心中宠到现在的女儿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，她是你们家保姆马兰的亲生女儿。郑淑英此言一出，满屋皆寂。赵生跟李华不可思议的瞪大双眼，几乎反应不过来。奶奶，我知道您一直以来就不喜欢我，看我不顺眼，可您就算是不喜欢我，也不用编出如此拙劣的借口吧？我是妈妈10月怀胎好不容易才生下来的，您怎么能说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呢？是啊，妈，就算您不喜欢妍妍，您也不至于说出这番话来。妈，您这个玩笑开的确实有些太过了。你们自己看看，这冒牌货长得有哪里像赵家人？你们再看看阿瑶，你们是瞎了吗？奶奶，难道我这个亲孙女在您心里真的比不上一个外人吗？哥，就算是长得像，也不能代表她就是咱们赵家人吧？妍妍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，难道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吗？郑淑英懒得再多说些什么，将亲子鉴定扔了过去。瞎了眼混账东西，你们自己看。
赵生看到亲子鉴定结果时，他双手颤抖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原来程瑶真是自己的女儿。阿瑶。一旁的李华也愣住了，神色瞬间就变了，有惊喜愧疚，也有不可思议。几秒钟后，他冲过去一把抱住程瑶。阿瑶，我的女儿，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你。阿瑶，是爸爸糊涂了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程瑶就这么站在那里，脸上说不出清楚什么神色。赵以言控制好心里恨意，泪流满面的抬头看向赵生和李华，可怜楚楚的道：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我了吗？他这一声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我了吗，让赵生和李华的心都碎了。妍妍，别这么说话，你跟阿瑶以后都是爸妈的好女儿。赵以言大哭一声，紧紧抱住李华，抽噎道：我还以为爸爸妈妈不要我了。赵生、李华，你们要是还有良心的话，就马上给我把这个冒牌货给赶出去，他不配生活在赵家。嘎，妍妍还只是个孩子而已，您别这么说她。我知道我对不起阿瑶，以后我会补偿阿瑶的，求您别赶妍妍走好吗？丽华，你知道这个冒牌货是马兰的女儿吗？当年就是马兰跟你在同一家医院生产时，找到机会把他女儿跟阿瑶互换的。你知道阿瑶这些年在乡下受了多少苦多少委屈吗？你知不知道为了给这个冒牌货铺路，阿瑶和她的养父母差点被害死，你差点就见不到你的亲生女儿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你还要把这个冒牌货留在身边吗？妈，我知道阿瑶受了很多苦，今后我会努力对她好，去补偿她的。做了的人是马兰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可妍妍是无辜的，当年她也还只是个孩子而已，求您了，别这么对她，原谅她好吗？阿瑶，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也知道你这些年来受了很多委屈，以后爸爸妈妈会把你当成宝贝一样的疼爱，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的委屈。你奶奶最听你的话，你好好劝劝你奶奶，让她不要赶走妍妍好不好？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是姐姐，妍妍是妹妹，你们姐妹俩好好相处好不好？真是讽刺啊！亲生母亲让她跟仇人的女儿好好相处。赵夫人，恐怕在你眼中，赵妍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吧？不是这样的，阿瑶，你是我女儿，唯一的亲女儿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母亲不认自己的亲女儿？你被人换掉，我们也很难过。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阿瑶，你不要误会我们，妍妍在这件事里，她也是受害者。我被人换的确不是你们造成的，但我还没有大度到跟仇人的女儿共处一室。毕竟父母差点被人害死的不是你们，差点被卖掉的人不是你们，差点被开水毁容的人也不是你们。这些事情曾经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在程瑶身上的，他只要一想到过往的那些事就呼吸不过来。阿瑶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可以补偿的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赵家唯一的小公主。你所谓的补偿，就是想让我跟仇人的女儿和睦相处，姐妹相称。赵夫人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阿瑶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不懂一个母亲的心，你相信妈妈真的会补偿你的，以后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全都留给你。姐姐，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给你道歉，给你磕头，求你不要这么为难爸妈，他们家在中间也很难做人。你要是真不喜欢我的话，我可以走，只求你别恨爸妈。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既然姐姐嫌我脏，那我走。赵以言从地上站起来，往外走去，眼看赵以言要走，李华一把拉住他。阿瑶，妈求你了，别这么逼我们好吗？你妹妹已经如此委曲求全，你到底还想让我们怎么样？他被亲生父母找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们断绝关系，放弃豪门生活。接上集。阿瑶，你妹妹刚才都已经给你下跪了，你到底还想让我们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只想跟你们断绝关系。你是妈妈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不允许你跟妈妈断绝关系。阿瑶，纵然我没有千错万错，但我和你妈妈对你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我们宠爱妍妍是不知道事情的经过，也不知道妍妍被人调换了。爸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占用了你们18年的爱，更不该赖在这个家里不走。姐姐，现在我把爸爸妈妈让给你，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孝顺他们。说到最后，赵以言擦干脸上的眼泪，看着赵生和李华露出微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2老保重身体，来生我还做你们的女儿，做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就在此时，赵以言突然加快脚步往屋内的柱子上跑去。赵生跟李华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，赵以言刚刚那番话是在交代遗言。赵生第一个反应过来，飞奔过去拉住赵以言，怒吼道：妍妍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爸爸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女儿。让他去死！你们2个智障看不出来他是在演戏吗？你们给我松开他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舍不舍得去死。听到郑淑英这话，赵以言更加剧烈的挣扎着，哭喊着道：爸妈，你们就让我去死吧，只有我死了，这个家才能太平，奶奶和姐姐才会原谅你们。有妈妈在，妈妈是不会让你死的。赵生握着赵以言的手，也不肯松手，转头看向程瑶。阿瑶，妍妍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爸妈养了18年的女儿，也是你的妹妹，难道你只要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程瑶看着如此相亲相爱的一家3口，她突然就不难过了。赵先生，请注意措辞，我父母的名字叫程光辉跟李淑芬，他们俩都只是东之村的普通村民，跟光鲜亮丽的赵先生、赵太太没法比。说完，程瑶转身便走。阿瑶，
你到底要让我和你妈怎么做你才满意？郑淑英上前拉住程瑶的手，恳求道：“好孩子，别走，奶奶求你了。”郑淑英又看向赵生，阿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她不想与仇人的女儿共处一室。你现在赶紧把这个冒牌货给我赶走。对不起妈，妍妍也是我的女儿，这个我办不到。说到这里，赵生看向程瑶，阿瑶，既然你不想跟妍妍住一起，那爸爸给你一笔钱，你先去外面住着，以后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来，可以随时回来。我给你500万现金，就当是我和你妈这么多年以来对你的补偿。在人均月工资1000块钱的年代里，500万已经是一笔巨款，但程瑶的脸上只有淡然。明天我会让人去找你，把户口办一下。你是我们赵家的血脉，自然是要姓赵的。姓赵？那你觉得我叫什么名字比较好？赵妍吗？你自然不能跟妍妍一个名字，名字的事情明天再说，你先把钱收着。另外，我听说你想做服装生意，你年纪还小，又没有任何人脉，在京城想独自做好服装生意，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刚好爸爸认识相关行业的大佬，还认识几个留学回来的设计师。过几天我会亲自找他，让他带你几天，教你一些你从前无法学习到的知识。程瑶出身普通，赵家结识的那些关系网，是他一辈子企及一生都无法攀附的。赵生也想通过这些事情告诉女儿，认下他们这个亲生父母对现在的程瑶来说没有坏处，只有取之不尽的好处。钱和权势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但赵先生你记着，这些东西以后都会靠自己拥有，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更看不上你们所谓的帮助。程瑶将钱直接往空中一抛，钞票瞬间纷纷扬扬，如同下雨一般。赵先生，赵太太，请你们记住，我程瑶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，那就是东直村的普通村民程光辉和李淑芬。从今以后我跟你们赵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看着程瑶离去的背影，赵生和李华谁也没有再松开赵妍去追程瑶。郑淑英气得不行，连忙冲了过去抱住程瑶，撕心裂肺道：“阿瑶，好孩子，你别走，你别离开奶奶好不好？”您是个好奶奶，我知道这一切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可惜我跟您还是没有缘分，对不起。郑淑英愣在原地，她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。别说程瑶，若是换成她，有个赵生和李华那样的父母，她也无法原谅。程瑶走后，李华跟赵生还在安慰伤心哭泣的赵妍。爸爸妈妈，我不是个好孩子，我害你们跟姐姐生气了，你们就让我去死吧，我求求你们了。反正在这个家里，姐姐不欢迎我，奶奶也不喜欢我，没有我，你们跟姐姐还有奶奶会更幸福的。好孩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也是我们的骨肉，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和你爸爸是不会让你离开的。让他滚，赶紧让他滚！郑淑英指着大门，愤怒地喊道：“妈，您真想逼死妍妍吗？”赵生，现在阿瑶都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还在心疼这个冒牌货？如果不是他的话，咱们家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赶紧把他给我赶出赵家，然后把阿瑶给我追回来。妈，我都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您还想让我怎么做？是我让他走的吗？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他不愿意住在家里，我就给钱让他住外面；他想做生意，我就主动给他找人脉。身为父亲，我能做到这个份儿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您到底还想让我怎么办？你能不能不要逼我？现在到底是谁在逼谁？你说你不容易，请问你做什么了？你不容易？你是抱着个假货当宝贝不容易，还是拿钱去侮辱阿瑶不容易？你到底把阿瑶当什么了？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！你居然拿着钱赶她去外面住。是我让他去外面住的吗？是我把他赶走的吗？是他自己不想在家里住，这件事您就别管了，他会后悔的，他会回来找我们的。哥，我知道您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妍妍，现在知道妍妍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您就更不喜欢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妍妍在我跟老赵心里永远都是亲生女儿。你们逼走阿瑶这样的好女儿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先把话说明白，不是我们要逼走她的，是她自己要走的。郑淑英懒得再跟这样的人多费口舌，转身往楼上走去。妈，要不您就去把姐姐追回来吧，我走就是了。放心，迟早有一天她会哭着回来求我们原谅她的。10分钟后，郑淑英拎着个行李箱出来。妈，您这是要干嘛去？你们不是都不要阿瑶吗？那我要，你们俩简直让我失望透顶。今天开始，我也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郑淑英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，她也无法忍受儿子儿媳如此混账，更无法接受跟一个冒牌货共处一室，所以她得去找程瑶。妈，您能不能不要跟着瞎胡闹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赵生，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吗？妈，这种话不是随便能说出口的，若是传出去的话，您让外面的人怎么看我？与此同时，程瑶刚走出赵家别墅区，天空中就下起瓢泼大雨。风雨中，他目光坚定，屹立前行，仍有雨水打在他的身上，打湿他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一把伞突然出现在他的头顶，隔绝了冰冷的雨水。是全九言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沉声开口：“阿瑶，我送你回去。”程瑶没想到全九言会突然出现，看着他微微点头，而后跟上他的脚步。20分钟左右，全九言的车子停在胡同口。全大哥，跟我回去喝杯茶吧。改天，今天还有其他事。全九言虽然喜欢喝程家的茶，但他不是那种不知分寸的人。这种时候，程瑶应该更喜欢独处。好的，那我先回了。等一下，把伞拿着。接过伞，
程瑶接着道：“我先回去了，全大哥你路上注意安全。”程瑶走后，全九妍仿佛变了个人，周身爆发出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。他拿出小灵通拨了个电话出去，查一下赵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放弃豪门生活和亲生父母断绝关系，谁成想奶奶也跟着他一起离开了这个家。接上集，阿瑶，你既然和他们断绝关系了，那奶奶也和他们断绝关系，你别赶奶奶走行吗？郑奶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奶奶无法跟那样的人在一个屋檐下，所以我从他们家搬出来了，在你们院子里租了2间房子。奶奶，您这样不好吧？他们那样对你，根本就不配拥有你这么好的女儿。虽然我搬出来了，但是不会拖累你的。我有钱可以自己养自己，等哪天我真的老到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，我就打电话给赵生，让他把我接回去，让他亲自给我端屎端尿，咱们臭死他。阿瑶，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奶奶吗？想到郑淑英因为维护自己被赵生气到心口发疼的模样，程瑶眼眶微红，抱住郑淑英。奶奶。得到程瑶的回复，郑淑英开心的像个孩子。阿瑶，谢谢你还认我这个奶奶。他们错把榆木当珍珠是他们的损失，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。听奶奶的，以后不管他们做什么，你都不要原谅，哪怕是死在你面前，都不要多看一眼。好，我听奶奶的。在全九妍的调查下，全老太也知道赵生和李华做的糊涂事。这2口子简直是有眼无珠，竟然把那只杜鹃鸟当成宝贝，放弃了我们的阿瑶。旁人家有阿瑶这样的女儿，放在掌心里宠着都来不及，他们可倒好，居然把阿瑶往外推。九妍，你听着，以后少跟赵家人往来。要是那3兄弟回来后也跟赵家2口子一样有眼无珠的话，以后你也不要跟他们称兄道弟了。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。赵家，李华看向餐桌上吃饭的赵生，到时候咱妈带着他回来，你可千万不能轻易原谅他，得让阿瑶给咱们道歉。知道了。爸爸妈妈，姐姐一时间可能找不到台阶回来，要不我去给姐姐道个歉吧。这件事毕竟是因我而起。说到最后，赵以言红了眼眶，李华心疼的不行。妍妍别哭，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他自己走的，又不是你把他赶走的。安慰好女儿后，李华看向赵生，接着道：对了，我听王太太和周太太他们几个说，最近医疗器械行业很赚钱，很多人干这个资产都上千万了。你又是干这一行的，不如也投资一下。赵家虽然在京城有权有势，但跟全家和马家比却还是落后了很多。从医跟从事医疗器械行业是2回事，隔行如隔山。对于这块我暂时也没什么头目。对了，不如你去找九妍，让他跟你合作，顺便给你分析下目前的局势。全九妍穿上军装能保家卫国，换上西装能在商场上运筹帷幄，才退伍没多长的时间就已经在商业界名震一方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九妍聊合作的事情。我也要去。赵生跟赵以言来到全九妍公司大厅，就被前台小姐拦住。请问2位找谁？我找九妍。2位跟我们全总请问有预约吗？小姑娘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无论是谁来见我们全总都是要预约的。非要预约吗？是的。就在这时，全九妍往前台走过来，赵生满脸威严地看着全九妍，想着他一定是来迎接自己的。就在赵生已经想好了如何训斥全九妍时，却见他走到另一位中年男人面前停下。钟总，您来了，怎么也没让人提前通知我一声，让您久等了。九爷，久仰大名。赵生脸色铁青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全九妍居然无视了自己。难道全九妍不想娶赵以言了吗？眼看着全九妍跟钟总越走越远，赵生立即追了过去。九妍，你给我站住！九哥哥，全总，这2位自称跟您家世至交，我没能拦住。人贵有自知，我们全家从来都没有招亲之交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。全九妍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？全九妍冷着脸看向边上的保镖，弄出去。赵以言瞬间面如死灰，看着高高在上的全九妍，脸上全是不敢置信的神色。妍妍，咱们走，日后这全九妍休想再娶你过门。爸，您别怪九哥哥，可能他是有什么苦衷。另一边，程瑶找到一家合适的服装厂寻求合作。不知程小姐听说过我马某人的规矩没有？听说过。既然听说过，那程小姐就应该知道我马某人是不接小订单的，所有订单必须10万块起步，也不接首付定金。想跟我马某人合作就要付全款。听马厂长的口音，您应该是宁氏东直县人吧？程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东直县东直村的。我在京城这么多年，除了家人之外，还是头一回碰到老乡。我和我父母也是刚到京城没多久。刚到京城没多久就打算做服装生意，现在这服装生意可不好做啊！你今天过来找我谈合作，是你父母的意思？是我自己跟您合作。那程小姐要下单多少件？15万件。程瑶拿出3件样衣，按照这个版型做就行，材料用刑具粘胶纤维。马大超拿起其中一条裙子，这个版型确实不错，要是拿去卖的话的也能打出一条路子，就是受众太小，可能无法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。至于宣传问题，我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方案计划，现在就等这批衣服全部加工出来。
15万件成本和加工费全都算你12块钱一件，一共就是180万。按照我马某人的规矩，你现在要把这180万全部转给我才能动工。马厂长，咱们换种能让您赚得更多的合作方式，您看怎么样？换合作方式还让我赚得更多，你说说看。程瑶拿出自己的方案书递给马大超。我想邀请马厂长入股我的服饰，日后所有利润咱们5-5分，我保证您只赚不赔。我马大超是个粗人，看不懂程小姐的方案书，但我知道这一次应该就是我出钱你出力，然后我还要跟你5-5分。你觉得我马大超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马厂长，我不止出力，我还出独家设计版权和营销方案，我保证能用自己的方式将这15万件衣服全部卖掉。这3款衣服的零售价均在60元，届时这利润可就远超于180万了。这笔生意您稳赚不赔。程小姐，纸上谈兵谁都会，你怎么保证这生意只赚不赔？马厂长，关于这个我已经全部写在方案书内了，您若是了解了整个方案后，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的。不用看，程小姐，我10分钟后还有个会要开。这是在下逐客令。程瑶也听懂了马大超话里的意思。那我明天下午再来拜访马厂长，给您讲解具体方案。程瑶刚走到服装厂门口，就听到有个人在叫她程小姐。然后一个5-6岁的小孩飞过这边，一把抱住程瑶。漂亮姐姐真的是你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程小姐是我啊，您不记得我了吗？大概2-3个月之前，咱们在东知县见过的呀。当时那个骗子差点害死我儿子，是你出面揭穿了骗术，也是你用针灸救回了我儿子。程瑶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您。是我。对了，程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找马厂长谈合作事宜的。那你怎么不进去？不等程瑶说些什么，黄秀萍就挽着程瑶的胳膊。走，程小姐，您跟我一起进去，刚好让我爱人也好好感谢下你。老马。程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都说了不想跟你合作，我对你的生意没有任何兴趣。老马，你怎么跟咱们的救命恩人说话的呢？是我和东东带程小姐进来的，怎么了？难道你要连我和东东都一起请出去吗？谁也不许赶走我的漂亮姐姐。马大超直接愣住。秀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程小姐就是当初在东知县揭穿骗局，用针灸救了东东的人。马大超瞪大眼睛，怎么也没想到程瑶就是自己找了很久的救命恩人。秀萍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开玩笑的？程小姐真是东东的救命恩人，当时若是没有程小姐的话，东东可能已经……说到最后，黄秀萍眼眶微红。程小姐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早知道您就是东东的救命恩人，那我还整那些干什么？马厂长，我们学医人上的第一课便是悬壶济世，救人只是我身为医者的责任而已。别说我，那天那种情况，换成任何一个医生见了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程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计较。合作那件事，我觉得您很有远见，也很有生意头脑。从今儿开始，咱们就是合伙人了。我们马上就签合同，盈利3-7分，我3你7。